你敢信？小伙一觉睡醒，穿越成冯德林之子冯庸。恰逢张作霖刚被委任奉天督军，这可把冯德林气坏了。妈了个巴子的，凭什么他张小个子当奉天督军，让老子给他当帮办？老子当总兵的时候，他张小个子才是营长。论兵力，老子有5个步兵师，1个炮团，1个骑兵旅，整整6万来人啊！他张小个子算上刚刚收编的柳子，满打满算也就3万来人啊！老子1万个不服！冯德林怒火中烧，骂骂咧咧的同时，还不断的摔着东西。摔自家东西能解气吗？要不你把咱家房子也点了吧？小王八犊子，整天就知道玩女人，鬼混！你看看人家六子都进陆军讲武堂了，他六子别说进陆军讲武堂，他就是进慕尼黑军校，进伏龙芝军事学院，又有什么鸟用？到最后还不是一枪不放，丢了东四省？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想不想听？冯德林瞬间来了精神，什么主意？你连夜去奉天，扛着火车去，到了奉天，你找根绳子往督军府门口一吊，你自挂东南枝。铁柱，给我接炮团，瞄准这小子的酒店，叫天什么来着？大帅，是天上人间。对，就是那个天上人间，给老子轰平了！我看他还怎么天天鬼混。我那个酒店，袁大公子可有3成干股，你把我的酒店轰没了，别说这个奉天督军你当不上，恐怕要被一撸到底，去马房喂马了。铁柱，把鸡毛掸子给我拿来。爹，我刚刚开玩笑，逗你玩的，别打，我真有办法帮你。快说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你争不过七叔，太正常了。七叔就是睡着了，都比你醒着聪明。他长小个子再聪明，也是你七叔，不是你爹。你要是不能帮老子夺过来这个督军的位置，老子非把鸡毛掸子打折不可。你看，你又急。我问你，袁大总统寿诞你送的什么？冯德林愣了2秒，说道：“我送了一尊金佛，纯金打造，足有20多斤。那你知道七叔送的什么吗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老七鬼鬼祟祟的，送礼那日我问他来着，他死活不告诉我。”冯庸端起茶碗，抿了口茶，说道：“七叔请裁缝给袁大总统定做了一身龙袍。我这兔崽子人脉果然深不可测，连我都不知道的事，他却一清二楚。什么裁缝做的龙袍，也比不上我的金佛贵重啊！送礼是比谁贵重吗？堂堂的袁大总统，当今龙国第一人，会缺你们这点东西？送礼讲究的是投其所好。袁大总统他想复辟，他太想当皇帝了。七叔的龙袍送到了袁大总统心坎上了，所以他才能当奉天督军。”听完冯庸这顿分析，冯德林这才恍然大悟：妈了个巴子，老七这家伙就会耍滑头、钻空子。这可不是耍滑头钻空子，这叫人情世故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混江湖最好使的就是人情世故。有时候这人情世故比拳头还好使。我说爹啊，论起人情世故，你可比七叔差远了。我能把天上人间开到各大军阀的地盘上，不也是因为我懂得人情世故吗？若没有袁大公子的干股，那些军阀早就吃干抹净了。臭小子，别说这些没用的，快说说你准备怎么帮老子夺回奉天督军的位置？奉天督军？什么奉天督军？我什么时候说要帮你夺回奉天督军的位置了？妈了个巴子的，小兔崽子，你想造反啊？一而再再而三的耍老子，老子没你这个儿子。区一个奉天督军能配得上我爹吗？我爹要当，那就要当东四省巡阅使。啥？东四省巡阅使？冯德林瞬间又惊又喜，你可真是爹的好儿子啊！快说说，你怎么让爹当上东四省巡阅使？我要是真当上了东四省巡阅使，张小个子这奉天督军也得乖乖臣服于我。冯庸拍着胸脯保证道：“这件事你甭管了，交给我去办，最多个把月的功夫，保管让你当上东四省巡阅使。”而他实施计划的第一步，竟是吩咐心腹李中庭去请一位大烟鬼，烟管小隔间里，安金秋抽着福寿膏一脸享受，没想到突然冲进来5个彪形大汉，李中庭使了个眼色，手下人架起安金秋就往外走。救命！绑架了！这当众绑架，你们烟管的人怎么不管？冯家的人办事，谁敢管？你管一个试试！大爷，咱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抓错人了？你们肯定抓错人了，我不认识你们啊！放了我出2根小黄鱼，3根、5根，不能再多了。李中庭人狠话不多，直接把枪管塞进了他的嘴里。你如果再废话，我就让你永远说不出话。老板，人带来了。中庭啊，我让你请人过来，你怎么还动武呢？手底下都是些粗人，下手没轻没重的，安大师别见怪。冯大公子您找我，何必这么麻烦？派人捎个信，我自己就来了。安金秋是吧？听说你是纺织古董的行家，据说你曾经仿制了一个粉彩堆塑花鸟提莲壶，这花瓶阴差阳错的被人献给了溥仪，连他都没看出真假啊。那真不是吹的。放眼东四省，论起仿制古董文物，我安金秋说第2，没人敢说第1。这次请安大师来，就是想拜托您帮我仿制一件古董。冯大公子，我早在3年前就已经金盆洗手，不做仿制古董的行当了。我现在是正经的古董商人，祖宗的规矩破不得。金盆洗手之后，绝对不能再干这个活了。规矩不能破是吧？安金秋面露难色回答道：“破不得，那就送他走，用最快的方式。”冯大公子还挺好说话的，我说不干，他就放我走了。可当李中庭掏出真理的瞬间，他才终于反应过来，
他说的最快方式是这个，能破规矩能破。中庭，你这小子也忒粗鲁了。都哥们，你看把人家吓的，别害怕，有用的人在我这里绝对死不了。冯大公子，真不是我不帮你，实在是有心无力，染上了大烟，人就废了。你看我这手，我不管你的手是坏还是好，我要的东西你能做出来就活，做不出来就死。别开枪，我虽然做不了，我闺女能做。我打小就教我闺女手艺，她心细又有天赋，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她毕业后再交回医院里面当大夫，你们只要把她找来，我能做的物件她都能做。你闺女叫什么名字？安宁。安金秋取下脖子上的玉坠，塞进李中庭的手里。我这闺女脾气硬，吃软不吃硬，硬来的话，我估摸她宁死也不会帮你们做假古董。你拿这个去，就告诉她，我欠了你们赌债，她如果不帮你们的话，你们就杀了我。风雪中，一辆斯蒂庞克牌轿车停在教会医院前，李中庭替冯庸撑着伞，两个黑衣大汉紧随其后。安宁医生在吗？走到头，右手边最右一间诊室。冯庸他们几人一进诊室，吓得诊室里候诊的病人四散而逃。你没病，我不看病，我想让你看一样东西。冯庸摊开手掌，拿出安金秋贴身携带的玉坠。你们把我爹怎么了？你爹欠了我们的赌债，是他让我们来找你的。别伤害他，他欠你们多少钱，我替他还。冯庸轻笑两声说道：“你一个月的薪水是38块大洋，一年是456块大洋。你爹欠了我们10万块大洋，你就是不吃不喝，也得200多年才能还完。你拿什么替他还？你是想让我帮你们做什么吧？甭管做什么，你都得跟我们走，不是吗？否则你就只能去黑龙江里捞你爹了。”安宁脱下白大褂，换了身衣服，跟冯庸上了车。你是冯家大少爷吧？有点意思啊，你是怎么看出我身份的？最新款的斯蒂庞克牌轿车，我在杂志上看到过，价值5万大洋。放眼整个滨江市，能买得起这辆车的，也只有冯家和俄国人。很明显，你不是俄国人。再结合年龄、行事作风，你的身份显而易见。闺女，你可得救救爹，爹欠了他们10万大洋，你要是不救爹，爹可就死定了。安宁上下打量了老爹一眼，全身完好无损，完全没有挨打的迹象。你的演技很差，下次别演了。他没欠你们钱吧？我猜的不错的话，应该是你们找他做什么东西，他做不出来，这才找上我的吧？你是我目前为止我认识的女人当中最聪明的一个，我可太欣赏你了，好想和你结合，生一个聪明的大胖小子。安金秋一路小跑来到冯庸跟前，舔着脸说道：“冯大公子，一言为定，明就成亲。我闺女要是嫁给了冯大公子，放眼整个滨江市，谁还敢得罪我？哪个烟馆还敢收我的钱？哪个赌场敢让我输钱？”安宁一把将父亲拉到一旁，对冯庸说道：“我可以帮你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，帮我爹戒烟。”中庭，把他送到刘延毛那里去。刘玉白，清末最后的武状元，素来以狠辣著称。到了他那边的人，没有戒不掉的大烟，因为戒不掉的都死了。我不戒烟，我不去。看来冯大公子要做的东西非同凡响啊！传国玉玺，我要做传国玉玺。你不会是想用这块传国玉玺帮你老爹冯大帅登基称帝吧？是不是还要搞点什么祥瑞吉兆出来？比如什么白鹿衔着玉玺，金龟驮着玉玺？这倒是提醒我了，祥瑞的确得搞点祥瑞出来，祥瑞搭配传国玉玺，我实在想不到袁大总统有什么拒绝的理由。别当什么医生了，留下来帮我，我每月给你400块大洋。咱们两个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为好。我帮你做完传国玉玺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几天能做好？给我3天时间。3天时间转瞬即到，冯庸把玩着用美玉雕琢成的传国玉玺，犀牛五龙交缠，龙精怒争，玺面上用小篆雕刻着寿命于天，既寿永昌8个大字。安大夫呢？回教会医院上班了，要不我派人盯着。算了，就你手下那群人的智商，刚到医院门口就会被他发现。要不我派人绑了，送您房里去。放屁！老子看上的女人，要么用钱砸，要么用魅力，要靠抢的话起不掉价。让你找的动物找到了吗？得了白化病的动物不好找啊，尤其是现在到处都是冰天雪地的，山里的动物都猫起来了，白色的动物往雪地里一趴，根本就认不出来。还有7天我就要去见袁大总统了，只有玉玺没有祥瑞，总感觉差点意思。给我加大悬赏，告诉山里的猎人，谁能活着抓住一头得了白化病的猎物，我赏他5万大洋。好的，老板，我一定全力去办。死丫头，我打死你，整个白毛，巴不得老子早点死是不是？麻溜的给老子把头发整回黑色，不然老子非给你剃个光头不可。看到冯景如这一头白发，他立马想到了祥瑞的备用方案。哥，你看看爹，自己满脑子的老旧思想，还不许人家赶时髦。冯庸拦住暴怒的老爹，顺势夺过他手中的鸡毛掸子。爹，我7天之后去趟北平，你的专列借我用一下。那件事有眉目了？把心放肚子里吧，指定能成。随后又看着妹妹问道：“头在哪里染的？”我在石歌节大街胡德路理发店染的。
用的是米国进口的斯丹康。问清楚冯锦如染头的地点之后，冯庸把鸡毛掸子塞到老爹手里，然后潇洒的离去，而妹妹可就遭老罪了。你染个球头，看我不抽死你！别打了，别打！冯庸，我恨你！3天之后，李中庭仍旧没有找到白化病的动物，冯庸只好启用备选方案了。他们一行人来到天上人间酒店门口，冯庸上车之后，李中庭吩咐几个属下牵着一匹狍子上了后头的车，去10个节大街胡德路理发店。哟呵，这不是我亲爱的妹妹吗？我不是你妹妹，你妹妹3天前就被打死了。我可没打你，是爹打的你。你和我记什么仇？你弟没递鸡毛掸子，亏我那么信任你，还傻乎乎的拿你当靠山。拿我当靠山，你可是找错人了。你以为你出国这些年，家里为什么备这么多鸡毛掸子啊？哥，想不想让我原谅你？冯庸疯狂摇头拒绝。你要说想，我可不敢想。你去北平的时候捎着我呗，我也要去北平。爹同意了吗？你让爹给我说，他同意我就带着你。就是爹让我去的，不信你问爹。要不是他答应我去北平，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会把头染回来的。爹让你去北平干嘛？爹说北平是咱们龙国最大的城市，那里有很多时髦的东西，鹰匠货、法棍货、日落货都有，不像咱们滨江市只有毛熊货和樱花货。爹也给了我5万块零花钱，让我到了北平随便买。老爹最近正在扩军，1块大洋恨不得掰成2万花。他就算再疼冯锦如这个宝贝闺女，也不可能拿出5万块大洋让她买奢侈品挥霍。不对劲，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。我还是等晚上回去亲自问老爹吧。哥，你来这干嘛？你也来染头的吗？你要不要也染个白色？咱们俩就是黑白双煞。煞你个头！店主胡德禄看冯庸一副不好惹的样子，战战兢兢地问道：“冯公子，你有理发吗？”我不理发，帮我给这只傻狍子染个白色，用那个什么美国进口的斯丹康染发膏，就我妹同款的那个。冯锦如当时都懵了，你故意气我是不是？你以为我很闲吗？这傻狍子我有大用，我还是头一回给傻狍子染发，差不多得2小时。哥，陪我去火车站接个人呗，我同学来找我玩。对了，晚上你酒店里的套房给我留1间，人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不方便回家住。冯庸点了点头。中庭也安排一下，你们2个看好狍子，要是出了差错，要你们好看。冯庸留下2个手下看着狍子，带着其余人陪冯锦如去火车站接人。冯庸和冯锦如站在斯蒂庞克牌轿车旁，看着火车站出口。珍珍，这里。冯锦如一边跑一边挥手。李中庭凑到冯庸耳边，低声说道：“老板，这姑娘不简单，你看她后面20步左右的黑西装和皮衣男，这俩人一直跟在她身后，没恶意的样子，估摸着是暗中保护她的保镖。锦如身边的人不能出差错，派人查清楚她的底细。”好的，老板。这时，冯锦如和他同学也走了过来。你俩嘀咕什么呢？我说他真没眼力劲，也不知道帮忙拿东西。听到这话，李中庭连忙伸手接过冯锦如同学手里的皮箱。我哥冯庸，我好朋友金珍珍。冯庸打开车门，示意2人上车。快上车，有杀手！一声枪响之后，冯庸的手臂瞬间被炸开，他立刻拔枪还击。李中庭一枪击中对方的轮胎，汽车随即失控被逼停。李中庭带着手下几个人，一边开枪压制对方，一边朝着汽车逼近。汽车里的杀手被压制的抬不起来。此刻道路突然开过来数辆汽车，车上下来一群黑衣蒙面人，手里清一色的花机关，强大的火力直接把李中庭他们逼了回去。好在冯庸手下都是精锐，凭借几把手枪上能自保，10几把花机关对着冯庸的汽车进行火力覆盖。趴好别动，车是防弹的。紧接着，冯庸绕到车后座，取出一把改装过的德制98狙击步枪。妈了个巴子的，来吧，谁怂谁是孙子！冯庸抬手一枪，对面枪手当场呜呼，紧接着再一枪，又是一个枪手脑袋开花，吓得对面的枪手也不敢露头了，只是躲在车后面乱射。躲在车后面是吧？那我问你，车都没有的话怎么躲？回答我！冯庸瞄准对方福特车的油箱，一枚子弹打在油箱上，瞬间爆炸，掀翻全场。金珍珍的保镖也在后面迅速还击。此时巡警的口哨声大作，大量的巡警闻讯赶来，这些枪手做事想要逃离，李中庭迅速带人压了上去，大量巡警也前来增援。一阵激烈交火之后，李中庭和巡警队长一起来到冯庸跟前。老板，有3个从下水道跑了，这批枪手都是狠角色，嘴里藏着氰化物，受伤跑不掉的全部服毒自尽了。别说了，我哥受伤了，快送他去医院。中庭，送锦如和金小姐回酒店，我给你1晚上的时间，查清楚这些枪手的来历。好的，老板。今晚先在酒店里玩，我那里吃的喝的玩的都有。哥给你保证，明天一早，你和你朋友能够安全的出现在滨江市的街上。敢在我冯庸的地盘上搞事，就是天王老子也得付出代价。哥，你的伤没事，这点伤算个屁。中庭，你先把锦如和他朋友安顿好吧。大公子，我记得这附近有个诊所，你的伤得先止血。冯大少要是有个好歹，我全警署的人怕是都得陪葬。在巡警队长的带领下，他们来到一家叫福济堂的诊所。哟呵，你不是在教会医院上班吗？怎么在这里？我住在附近，休息的时候会来这家诊所给老人孩子义诊。你是枪伤？滨江市还有人敢开枪打你冯大公子？
天亮之后就没有了。安宁很快就给冯庸处理好了伤口。这里没有手术条件，跟我回教会医院，得做手术把子弹取出来。不用了，我那里有手术的地方。我不喜欢把自己的病人交给其他大夫。手术做好了，每天3次，每次1包，饭后服用。你的伤口每天要换1次药。谢了，晚上请你吃饭。吃饭就不必了。我想问一下，我爹的烟瘾戒掉了吗？几天前派人问过了，状态还不错，关上1个月就算是戒掉了。我之前尝试过帮他戒掉烟瘾，几次都没有成功。那还是你不舍得下狠手。到了刘阎王那里，别说是一群瘾君子了，就是铁人，他也能给你磨成渣。以你爹的德行，戒掉之后也难保不复吸。你爹不是懂文物吗？我拍卖场里正好缺个文物鉴定师，他戒掉烟瘾之后，我安排一下，让他来我这里上班，每个月能给他开80块大洋。能不能现在签合同？我替我爹签，你先预支他1年的薪水给我。按理说，这小丫头38块的月薪足够她体面的生活了，她为什么还住在火车站附近的贫民区？你很缺钱。安宁点头默认。我每个月的收入，除了留下8块钱自己生活之外，剩下的30块，10块钱用来买药一诊，剩下的20块会用来贴补教会的孤儿院。那里的孩子很可怜的，孤儿院的孩子宿舍破旧漏风，急需一笔钱修缮。你预支1年我爹的薪水给我，应该够了。冯庸听完毫不犹豫拿出支票，5万，太多了，我不能要。这是你爹5年的薪水，我这里管吃管住，他饿不死，这钱给你做善事，总比给他吸大烟强。多谢，我请你吃饭吧。不过你这里我可请不起，我知道附近有家饺子馆，你要不嫌弃的话。不嫌弃，正好我也饿了。吃得惯吗？吃得惯，我那酒店里也有这几道菜，味道没这个地道。一阵自行车的铃铛声响起，来人是白天的巡警队长冯公子，我查到了枪手的线索，说来听听。那些枪手都是龙国人，不过都查不到身份。我又查了那几辆汽车和枪的来历，都是从白熊国人的租界流出来的，我怀疑是白熊国人下的手。说说你的看法。敢当街对你开枪的人，不可能这么轻易的被警署查到，车和枪应该是故意留下的烟雾弹。那我接着查。不用了，等你们警署查明白，猴年马月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沈卓。要不要一起吃点？客气了，我还得回去巡夜，就不打扰了。两人吃好，正准备起身离开，李中庭快步走了进来。老板，都查清楚了，只是安小姐不算外人，说吧。是黑龙会的人干的，他们的目的是刺杀金小姐，栽赃俄国人。金小姐的身份也查清楚了，她是大总统的闺女。那2个保镖想见你一面，在酒店等着呢。岛国人，我最恶心的就是岛国人，狗日的黑龙会敢在我的地盘上搞事，点500人，带上重火力，在门口等着，咱们去收拾黑龙会。我先去酒店见见那2个人，安排2个弟兄送安小姐回去。你的手臂不能剧烈运动，有出血的风险。小伤死不了，今个非得收拾了黑龙会那帮杂碎不可。我带着医药箱陪你一起去，你们如果有人受伤，我也可以帮忙。火并带着医生，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行，那就让你见识见识，老子是怎么收拾黑龙会那群狗杂种的。我是唐大喜，是冯庸小兄弟吗？是我，唐侍卫长有什么吩咐？不是我有吩咐，是大总统很关心这件事啊。小兄弟，查清楚是哪方势力干的吗？是黑龙会那帮杂碎干的，我估摸着是想要栽赃嫁祸给白熊国挑起矛盾。小兄弟，我手底下人笨，这件事恐怕处理不好，就托付给你了，务必妥善处置，万不能丢了大总统的颜面。好嘞，唐侍卫长放心，我一定妥善处置，好好教训黑龙会的杂碎。还请唐侍卫长代我向大总统和大公子问好。唐侍卫长，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置了，你们2个要不要一起去？好，我们哥俩也见识见识冯大公子的手段。天上人间酒店外，冯庸正在集结大部队。你换新车了，旧车呢？旧车我放，妈的，旧车今天被打成麻瓜了。大部队上车之后，他们直奔日租界的黑龙会老巢。会长，冯庸纠集了500人，带着重武器朝咱们这边来了。这个冯庸很有本事，这才短短几个小时就查到了咱们这里。通知巡捕房的人，设下把他们拦在租界外。他冯家是土皇帝，又能怎么样？他还敢硬闯租界不成？老板，前面有巡捕设卡。妈了个巴子的，发给你们的是枪，不是烧火棍子。冯庸抬手就是一巴掌，随后直接夺过一挺轻机枪，对着巡捕的卡上扣动扳机，好几头巡捕瞬间被销毁。这些普通的巡捕哪里见过这场面，吓得都躲在角落瑟瑟发抖。冯庸大步走向卡上，拽过一头巡捕，大逼都狠狠地往他脸上抽，把路障抬走。又是一巴掌，我让你把路障抬走。剩下的几头巡捕手忙脚乱地把路障抬开。冯庸朝着李中庭使了个眼色，李中庭立马会意，抬手就是几枪，剩下的几头巡捕全部归西。这些巡捕都是岛国人，死了活该，只有死了的岛国人才是好岛国人。车队走后，一头还没死透的巡捕从血泊中爬起来，踉跄走到电话亭旁。他们杀人闯卡。会长，
那个冯勇是个疯子，他杀了10几个巡捕，闯过哨卡，奔着咱们这里来了。你先出去躲躲，避免他有什么过激手段。八嘎，这里是日租界，是黑龙会总部。我如果跑了，龙国人会怎么看咱们？白熊国人会怎么看咱们？咱们以后在滨江市还怎么混？他随后拨通了一个电话，冯德林的公子冯庸大人来了，因为那件事，对，被他查出来了，是卑职的失误，还请福田将军尽快派兵。嗨，那3个枪手呢？在密室躲着，只有4人才不会说话，才是最安全的。嗨，等等，尸体一定要处理干净，这样。而此时黑龙会大本营突然开过来很多岛国人的军用卡车。老板是满铁守备军的人，少说也有一个大队。妈了个巴子的，这是给老子唱鸿门宴呢！老板，要不要调兵过来？冯庸沉思2秒，摇头回答道：“暂时不用。那要不咱们先回去？”哼，这里是滨江市，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的，直接过去，老子会一会他们。这是什么风，把冯大公子刮来了？呵呵，内田会长好大的阵仗。冯大公子，你误会了。说来也巧，满铁守备军的人今天搞什么拉练，正好经过这里。明人不说暗话，内田会长，把那3个枪手交出来吧。今天只要能够把3个枪手带走，老子有的是办法撬开他们的嘴，让他们攀咬黑龙会，到时就能借着这个机会把黑龙会赶出滨江市，乃至整个东四省。枪手？什么枪手？我不明白冯大公子的意思。冯庸看了李中庭一眼，李中庭立刻上前，把一叠资料递给了内田良平。经过我们的调查，今天刺杀原大总统女儿的枪手中，跑的这3个就是领头的。这3人都是你们黑龙会下属印刷厂的员工。据我们所知，他们3个现在就藏在你们黑龙会总部。看完这叠资料之后，内田良平笑呵呵地说道：“冯大公子，你这话说的不对。这3个人的确是我们黑龙会的雇员不假，但是他们也是你们龙国人来着。他们下班之后干什么，我们可管不着。至于说他们藏在黑龙会总部，那更是无稽之谈了。冯大公子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尽管去搜。你要是能够搜出来这3个人，随便你怎么处置他们，我绝不阻拦。”内田良平这副信心十足的样子，倒是让冯庸没有了底气。李中庭看出了冯庸的犹豫，信誓旦旦地保证道：“老板，我确定人就在里面，这王八蛋8成是在炸我们，给老子骚！”冯庸大手一挥，他手下的人立刻冲进黑龙会总部。内田良平笃定了冯庸找不到人，自顾自地坐着看好戏。冯大公子，要不要来一杯我们岛国上好的清酒？老子不喝毛尿。冯大公子，你们龙国有句古话，叫做伸手不打笑脸人。岛国人在老子眼里不算人。冯大公子，你对我们岛国的敌意太大了。其实我们是可以做好朋友的，我们可以给你很多利益，远比白熊国给你们的利益多得多。就在这时，冯庸派去搜查的小弟回来，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，表示已经尽了全力，还是没有收获。冯大公子，我就说这是一场误会了。我这里没有你要找的枪手。虽然今天冯大公子造访很是冒昧，我还是愿意和冯大公子交个朋友。今天你们打死巡捕的事情，我会帮你们摆平的。他娘的，李中庭这小子怎么办事的？信誓旦旦的保证3个枪手就在黑龙会总部，3个大活人还能人间蒸发不成？这他妈的不是让我在岛国人面前丢脸吗？就在这时，李中庭匆匆跑来：“老板，后院有发现。内田会长，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”这个嘛，狗屎啊！刚刚找了一头300斤的大肥猪。李中庭随即掏出一只脚掌：“那你告诉我这又是什么？”我们找的这头猪基因发生了变异，所以才拿来喂狗，这很合理吧？眼见内田良平如此的不要脸，冯庸只好示意手下撤退。冯大公子慢走，下次见面，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。回去的路上，李中庭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老板，我不必多说，跟我去空军基地。半年前，冯庸从岛国购置了18架战斗机，从而组建东四省唯一的空军飞行大队，而且仅付3成定金，拖欠了7成尾款。该大队由冯庸亲任大队长，并完全掌控，就连其父冯德林都无法直接指挥。大队长都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起飞。飞行大队副大队长王斌朝着冯庸敬了一个礼。想上天吗？安宁如同小鸡啄米般点头。冯庸驾驶着战斗机，带着安宁一飞冲天。哎，老板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来开上一圈飞机发泄情绪，这次都怪我把事情办砸了。大队长为什么心情不好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李中庭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，随后疑惑不解地说道：“老板最恨岛国人，这次在内田良平手下吃了闷亏，他居然忍得住。我当时都以为老板要调兵扫平黑龙会总部来着。”此话一出，王斌突然愣在原地。完了，大队长让我在飞机上装了1枚航弹。此时此刻，冯庸正驾驶着战斗机来到了黑龙会总部的上面。安宁，帮个忙，你右手边有个红色按钮，你按一下。毫不知情的安宁鬼使神差地按下了红色的按钮。下一刻，1枚航弹从飞机腹部的弹舱落下，正中黑龙会总部。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，黑龙会总部绽放出灿烂的火光。爆炸带来的冲击波
瞬间将整个黑龙会总部夷为平地。安宁惊慌失措地发出一声尖叫：“我是一个医生，我的手是用来救人的，不是用来杀人的。你为什么让我替你杀人？”岛国人能算人吗？雨大惨案，多少龙国百姓被岛国兵屠杀，甲午战争，他们又杀了多少龙国百姓？他们是畜生，杀畜生有什么心理负担？你把黑龙会总部炸了，不知道多少人被殃及，你就不怕他们找你麻烦吗？冯庸大笑两声：“他们敢找麻烦，那就打。今天开战，明天我死了，那就不管了。我要是不死，那就一直打，打到我死为止。老子可能会死，但绝对不会怂，尤其不会和这群外国老认怂。”战斗机停稳之后，李中庭和王斌等人连忙迎了过来。大队长，你把黑龙会总部炸了，这件事怎么善后？善后的事情交给老头子，老爹对付岛国人还是有一套的。正所谓养爹千日，用爹一时。我不就炸了个黑龙会总部吗？又不是把天皇寝宫给炸了。老头子要是连这件事都搞不定，亏他每年上缴几千万大洋贴补军费呢。事后，冯庸因为开飞机导致伤口出血，安宁正在帮他换药，在办公室的角落还拴着那头染成白色的傻狍子。你真弄出个祥瑞来，又是玉玺，又是祥瑞的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忽悠一个老头子。这个胳膊不能再剧烈运动了，每天要换一次药。算了，我下班之后来帮你换吧。就在这时，冯德林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。妈了个巴子的，挨了一枪也不告诉老子！爹，我一时冲动把黑龙会总部炸了。妈了个巴子，炸了！咱老冯家啥时候吃过亏？他敢打你一枪，你就得还他一发炮弹。炸个黑龙会算个屁！惹恼了老子，炸了他满铁守备军司令部。冯德林随后不再搭理冯庸，反而和安宁拉起了家常。丫头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安宁。哈哈哈，真是个好名字。老子打了一辈子仗，图的就是你名字里的这俩字啊！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教会医院的医生，刚刚给我换药，你不是看到了吗？老子问你了吗？教会医院的大夫那是西医呀，都是喝过洋墨水的。是留过几年学。不错，名字好，模样也标致，还喝过洋墨水。丫头，你八字……冯庸当时都无语了，安宁更是闹了一个大红脸。老头子，你这人有毛病啊！初次见面，你问人家八字干嘛？我问人八字干嘛？我当然急着抱孙子。不过现在的年轻人都讲究自由恋爱，自家的臭小子又很叛逆，逼得太紧也不好。钟情，让司机送安小姐回去。伯父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好的，丫头，明个让你伯母给你送些绸子首饰。那女孩背景都调查清楚了吗？穷点不怕，别和岛国白熊国有什么牵扯。帅爷都调查得清清楚楚的，身家清白，身家清白就成。成什么成？咱们都是刀头上舔血，脑袋别在裤腰上过日子的，可别霍霍清白人家了。放屁！咱们这种人就更得有子嗣。老子要是死了，老子没干成的事情，你小子能接着干。你小子要是没个子嗣，咱老冯家不是绝了根、断了后了？冯庸不想在这件事上纠缠，他示意李中庭先出去，他有别的事要亲口问老爹。爹，是你让妹妹和我一起去北平的。张小个子把他闺女许给了鲍总长的儿子。我寻思着，你和袁大公子不是关系很好吗？这次去的时候，你把锦如带着，咱们老冯家要是能和袁大总统成了亲家，这事不就好办了吗？老头子，你这是要卖闺女啊？这可把熟知未来的冯庸气炸。这件事我不同意，门都没有。臭小子，我知道你疼你妹妹，可这件事由不得你们做主，我这是为了咱们老冯家。老头子，你真是个糊涂蛋，你这个脑子是怎么混到今天这一步的？就是为了老冯家，才绝对不能让锦如嫁给袁大公子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问你，袁大总统下一步要干什么？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，明摆着的吗？恢复帝制，登基称帝啊！那你觉得他这个皇帝能当多久？都不说百姓同意不同意，就说各省的督军、巡阅使，真就心甘情愿的让头顶上多个皇帝。享受了民主共和带来的红利之后，各地的军头绝不可能再接受帝制，暂时的妥协也是源于权力的压制。一旦有人当这个出头鸟，反对帝制，那将是什么场景？你想过吗？坐看他起高楼，坐看他宴宾客，坐看他楼塌了。他宴宾客的时候，坐哪桌不重要，吃多吃少也是次要的。关键你得在他房倒屋塌之前，安全的走出这间屋子，把锦如嫁给袁大公子，咱们老冯家就和老袁家绑死了，你明白吗？老了，真是老了，居然还得靠你小子点拨才能想明白这些。你小子说的不错，不能和老袁家绑死在一起，否则传承了，咱们老冯家也得陪葬。那我就不让锦如跟你去北平添乱了。上户督军上个月被枪杀了，这个位置一直空到现在。这次去北平啊，除了给你搞到东四省巡阅使的位置，我自己也得把上户督军这个位置搞到手。上户可是块肥肉，要是能把上户搞到手，咱们爷俩可就发达了。上户是块肥肉不假，可你也得能吞得下。3年死了7任督军了，老子可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。玩脏的，你儿子还真就不怕他们。要是真到了动兵打仗那天，不是还有你和我那几个书办的吗？铁了心要去，铁了心要去，去可以，抓紧整个娃出来，给咱们老冯家留个后。孩子这玩意是我说生就能生出来的，给咱们老冯家留后这件事，他不一定非得我来。爹，你也不算忒老，你好好保养保养，再娶几房姨太太。臭小子，反了天了不是？敢拿你爹开涮！就在这时，冯庸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。
岛国总领事的电话打到咱家里去了，话务员问要不要转过来。臭小子，竟干些让老子跟后头擦屁股的事情！冯庸大笑两声，爹，你真以为我炸黑龙会总部就为了一时痛快？这件事是因为岛国人刺杀原大总统的闺女，试图诬陷白熊国引起的。整个事件当中，黑龙会不过是实施计划的、制定计划的80%是满铁守备军的高层。我断定这件事岛国人不敢闹大，闹大了白熊国绝对饶不了他们。同样的，他们也不敢去找袁大总统。岛国人不能把事情闹大，也不能找袁大总统，那顶天也就找到老子这里啊！冯庸趴在冯德林耳边，爹，你听我的，待会你就这么说吧。臭小子，论起耍无赖，还得是你小子。我是冯德林，冯帅，我是小田四郎。关于令公子炸了我们岛国商会一事，今天的商会被炸一事，你们岛国得负主要责任。冯帅，此言何意？我问你，我那些飞机是在哪里买的？这是我们岛国卖给您的。今天飞行大队进行日常飞行训练，飞到你们岛国租界上头的时候，弹仓不知道怎么开了，一枚炸弹从天上掉下来，正好砸着你们那个黑龙会总部了。妈了个巴子的！你们岛国人心眼贼坏，卖给老子的都是残次品，老子高价买的飞机都不住炸弹，这不就等于是几千块大洋彩礼娶的婆娘都不住使，到处乱拉，这能行吗？我告诉你，那些飞机的尾款不给了。冯帅，如果这就是你的答复，军部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冯庸示意冯德林把电话给他。小田，你们岛国人一决定，老子就知道你们想拉什么屎。刺杀袁大帅的闺女，嫁祸给白熊国人，是想挑拨袁大帅和白熊国开战。你们趁机接管白熊国在东四省的中东铁路吧。你如果对我爹的答复不满意的话，我也可以给你一个答复：3天我保管把整个事情调查的水落石出。到时候咱们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，把各国的记者都请过来。冯公子，此事还是不要深究为好。你炸黑龙会总部的事情，我们可以不追究，但是一码归一码，飞机的尾款还是要给的。老子没钱，爱咋咋地。3天之后，我要是收不到清账的批文，立刻召开记者发布会，把你们的这些脏事全部捅出去。好，我答应冯大公子的要求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妈了个巴子，不愧是我冯德林的种，这件事办得痛快痛快。珍珍，咱们可是好姐妹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我仔细想了想，在滨江市没人敢刺杀我哥，自然也就没人敢刺杀我。那些枪手不会是冲你来的吧？他轻轻地点了点头。金珍珍是我随母姓的半岛名字，我的真名是袁初雪，我爹是龙国大总统。锦如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当然不会了，因为我也有所隐瞒。咱们扯平了，我家也不是做生意的，我爹其实是黑龙江省的督军。锦如，你哥说明天要去北平一趟面见我爹，顺带把我捎回去。我爹不让我哥带我去，我偏偏就要去。次日，冯庸带着玉玺和祥瑞准备进京献宝，冯锦如已经悄悄混在专列。你敢信？冯庸带着贾玉玺和傻狍子进京，就敢让袁大总统加官进爵？老板，东西都准备好了。梁士仪先生最爱钱，送他50条小黄鱼；杨度先生最爱书画，送他3幅唐伯虎的画。至于袁大公子嘛，给他花旗银行打100万过去。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江湖是人情世故，只有先投其所好，才能打通在北平城的关系。就在此时，冯德林卫队的副队长顺子匆匆跑来。公子大小姐也在车上，你们是怎么做事的？她一个小姑娘怎么混上车的？金小姐上车的时候，随身携带了一口大箱子，说是装的贴身衣物，我们就没敢收，大小姐就藏在箱子里。把冯锦如给我叫来。哥，你不会要赶我下车吧？现在已经出了山海关了，出了山海关，可到处都是爹的对头，你要赶我下车的话，更不安全。来都来了，我就不赶你回去了。但丑话说在前头，到了北平城之后，随便你吃，随便你买，都算在我的账上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听话。敢闯祸的话，我饶不了你。哥，我发誓一定乖乖听你的话，绝不捣乱，绝不闯祸。行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氪金玩家就是不一样，冯庸免预约就得到了面见大总统的机会。小子何德何能，能让大公子和2位先生在此迎接？这件事我爹原则上同意了，具体的细节上待会咱们饭桌上谈。至于能不能军政一把抓，就等会看你的表现了。兄弟，你的东西我们可没白拿，没少帮你说好话，嘴皮子都磨干了。甭管事情能不能成，晚上我让钟庭给3位各送30根小黄鱼，买些好茶，泡点茶水解渴。都是好兄弟，别动不动就提钱，好像你不给我钱，我就不帮你一样。你袁大哥我是这么势利的人吗？贤侄，好久不见啊！这些年克鼎跟着你赚了不少钱啊。克鼎常说你是位财神爷，要不是太过年轻，来我身边做个财政部总长也是绰绰有余的。不敢当，大总统过奖了。贤侄，你这次来北平，所谓何事啊？献宝，侄儿是来给大总统献宝的。是何宝贝？牵上来。冯庸一摆手，事先安排好的人把他染成白色的傻狍子牵了上来。狍子，这白色的狍子可不多见啊。狍子肉好啊，介于牛肉和鹿肉之间，红烧最佳，爆炒也不错。大总统，这狍子也不是用来吃的，
这是传说中的祥瑞啊！几天前，几个猎人夜间捕猎的时候，发现这头白袍子趴在雪地里，见它的腹部在夜里绽放出白莹莹的玉光，费尽心思将其活捉。我怀疑这白袍子的肚子里有东西，就送到洋人的医院照了一个 X 光。袁大总统接过 X 光片，只见光片上是一块方形的玉，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上面写着8个大字：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玉玺，祥瑞腹中的，莫非就是五代十国时丢失的传国玉玺？妙啊！恰到好处，恰到好处啊！大总统，咱们的均线救国论是为您复辟提供法理上的支持，这块传国玉玺就是提供神学上的支持。法理用来说服国会那些人，老百姓大字不识一个，他们就信神神鬼鬼。您得了传国玉玺，这是老天爷让您登基称帝啊！父皇，你要是不登基称帝，那就是逆天行事啊！快，请外科医生把祥瑞腹中的传国玉玺取出来，不要伤了祥瑞。事后，袁大总统拿着传国玉玺，高兴地颠来倒去。冯庸在下面等的都有些不耐烦了。要说人家袁大公子人品还算不赖，人家拿了钱是真办事。父皇，献喜之功得赏啊！得赏，必须得赏。当年江东猛虎孙坚得了传国玉玺，尚且想着自己媚下，朕的贤侄得了传国玉玺，能够送到朕的面前，足以见得冯贤侄远比孙坚忠义。朕不仅要赏，还得重重的赏。贤侄，你想要什么？官职、财物、女人，你想要什么，朕就赏给你什么。陛下，我想为我爹求个官。我爹这个人最爱攀比，喜欢和我七叔比个高低。论辈分，我爹是老3，我七叔是老7。论资历，我爹当总兵的时候，我七叔还是巡防营的营长。自从我七叔当了奉天督军之后，我爹这天天是饭也不吃，觉也不睡，足足瘦了20来斤。要不是我拦着，他已经坐火车到奉天，吊死在督军府门口了。所以，我想给我爹求个东四省巡阅使的官职，免得我爹想不开。陛下，东四省本就在他们7兄弟的掌控当中，给个东四省巡阅使也无妨。咱们和老冯家的关系可是最好的，有个领头的，指挥起来也方便。冯大公子不仅忠义，还是至孝之人啊！这么天大的功劳，不为自己求官，反倒是先为父亲求官。儿子如此，爹的人品肯定也差不了，理应重用。好，就封你父亲为东四省巡阅使。都说自古忠孝两难全，可在朕看来，贤侄你就是忠孝两全之人。朕若不重视你，那不是你的损失，是朕的损失，是国家的损失。因此，朕不仅仅要封你父亲，还得封你。朕听太子说，你赚钱很有一套，这样就封你做财政部次长，先给梁先生打下手。等复辟改组之后，梁先生升职赐府，你就当户部尚书。谢陛下厚爱，臣愿为陛下效力。不过这财政部次长的位置太安逸了，臣为陛下效力，那就要去最危险、最紧张的地方。你敢信？冯庸宁愿放弃财政部次长的前程不要，也要去九死一生的上户地区闯荡。贤侄，上户这个地方可是很危险的，3年死了7个督军，你当真敢去？臣请封上户督军。上户是个赚钱的地方，正好能够让臣发挥自己的才能。去年上户缴纳的财政收入是19亿大洋，臣做了上户督军之后，向您保证，每年上缴的财政收入绝对不少于30亿大洋。听完冯庸说的话，袁大总统可感动坏了。既然你执意要去，那朕便封你为上户督军。不过规矩我得给你说明白，市区不许驻军，只能有警察部队，市区之外的驻军不能超过5万。陛下放心，众所周知，我冯庸是最懂规矩的。次日一早，袁大总统就通电全国，宣布任命冯德林为东四省巡阅使，任命冯庸为上户督军。冯庸拿到委任状，刚要告辞，就被邀请参加大总统3夫人生日晚宴。没想到袁大公子开口就是灵魂拷问：冯老弟，你说咱们哥俩换个亲如何？你娶我妹子，我娶你妹子，咱们这就是……你老爹当了83天皇帝就歇菜了，我才不跟你们袁家绑在一起呢。咱哥俩这么紧密的关系，还用得着联姻？说句大不敬的话，将来真到了九龙夺嫡的时候，我能不站在你这边？可光有缝隙支持你还远远不够，正妻只能娶一个，通过联姻找帮手的机会只有1次，这个帮手强大与否可十分关键。那这个帮手是皖系还是直系？你可以考虑一下曹三，老冯要弃军从政，他是老冯钦点的直系接班人。我听说他有7个闺女，你随便挑一个就行。最重要的是直皖2系里头，就属他心眼子最少。心眼少好掌控，那就他了。可曹三傻子长得5大3粗的，他闺女能有你妹子好看吗？还他妈惦记我妹子，信不信腿给你打折？人家曹三傻子可是直隶督军，虽然他长得丑，他家姨太太个个可都是大美女，还能生不出个漂亮闺女？有道理，还得是兄弟你啊，你可真是我的在世诸葛。走，咱们去探探曹三傻子的口风。你自个去吧，我懒得和这些老家伙打交道。冯督军是初雪小姐让我来的，他们在隔壁餐厅。冯庸眉头一皱，立刻起身前往餐厅。曹公子，你放尊重些，你再敢胡闹，我让人请你出去了。初雪小姐，
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正所谓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我喜欢这位冯小姐，向这位冯小姐示爱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金珍珍朝着门口的2个侍卫招了招手，把他给我请出去。我爹那里我会去说。曹公子，请你出去吧，别让我们为难。初雪小姐，没必要这样吧？这里是餐厅，我就是来吃个饭，没必要请我出去吧？考虑到今天是金珍珍母亲的生日，冯锦如不想过多纠缠。珍珍，算了，别和他计较，他想在这里吃饭，就让他吃吧，咱们走。冯锦如拉着金珍珍准备离开，服务生恰到好处地拦在了曹公子的面前。曹公子，我们这里有最好的牛排。看到冯锦如和金珍珍走了，曹公子一肚子火无处发泄，他抬手一巴掌扇在服务生脸上。老子不吃牛肉！冯锦如和金珍珍往门口走，恰巧碰到了冯庸。哥，没事了，咱们走吧。冯庸却怒气冲冲，一副要大干一场的样子。一只苍蝇不拍死，会有更多的苍蝇凑上来的。借你们的红酒用一下。随后抡起红酒瓶砸在曹公子的后脑勺上，紧接着又是一顿手脚混合双打。冯督军，别冲动，这么闹下去影响不好。怕影响不好，你俩看着大门，别让人进来。拦我是几个意思？俩侍卫一想，冯庸说的也有道理，反正他们哥俩也拦不住，干脆看着门得了。就你叫不吃牛肉是吧？老子非让你吃不可，给老子吃，吃不完老子打死你！袁大公子和曹三赶到的时候，看到眼前这一幕都惊呆了。珍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金珍珍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叙述了一遍。你是怎么管教儿子的？曹三此时也气得够呛，爹，他打我，小兔崽子，见了女人走不动道，谁都敢调戏是吧？老子一枪崩了你！快给冯督军道歉！对不起，我错了。道歉就不用了，你这儿子得好好管管。今天得亏遇到我这个脾气好的，遇到脾气差的就不是打一顿了事的了。今个也就是在大总统夫人的生日宴上不能杀人，否则就不是让他吃牛肉，而是送他去见牛头马面了。冯督军，今个这件事算我曹三欠你一个人情，以后有用得到我的地方尽管开口。曹督军客气了。你准备什么时候去上户夫人？我先回滨江把手里的事情交代一下，争取半个月之内前往上户夫人，越快越好，迟则生变。此去路途凶险，这样你做我的专列，我亲自送你去上户，我就不信他们敢在途中刺杀。你就是能把我安全的送到上户，你还能每天和我睡一个被窝不成？路上他们不刺杀，我到了之后他们一样会刺杀，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。我倒是很想会他们，看他们有什么手段。英雄少年，英雄出少年啊！南方那群人我倒是不怕，我怕的是这些人。我上任之后是一定要搞改革的，要不了多久上户就会变成一个聚宝盆，我怕有人眼馋给我使绊子。我到上户之后，每年往你的账户上打5000万大洋，你无论如何得保住我上户督军的位置。我可不想自己辛辛苦苦种的树让旁人摘了果子。别动不动就提钱，咱们可是兄弟，我不保你谁保你？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上户督军的位置保准让你坐得稳如泰山。你敢信？冯德林刚当上东四省巡阅使第一天，接管地盘就遇到了强有力的阻碍，无奈只好请来东北地表最强天体。三哥，恭喜恭喜！三哥，你这次可发达了。老三，你这老小子生了个好儿子呀！大哥，请坐。说罢，冯德林立马把大哥马龙潭请到主位上去。要是咱们弟兄几个喝点小酒聊闲篇，我这个大哥能坐在主位上，但是今天不行。老三，你叫大家过来，肯定不是私事，这个主位还得你这个东四省巡阅使来做。老三，今个你就踏实的坐在这里，有什么话尽管说。你发达了，就是弟兄几个发达了。咱们弟兄是只有捧场的，没有拆台的。在众人的生拉硬拽之下，冯德林只好坐在主位上了。把兄弟们都叫来，是想开个闭门会议。我笨嘴拙舌的也说不明白，让这小子说。我这次去北平和袁大总统相谈甚欢，袁大总统已经答应把吉林和热河两省的镇守使撤了，由咱们提名2位督军上去，咱们商议商议，看看谁当这个督军合适。此时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了老二吴俊升的身上，只因他虽然不是吉林督军，却是吉林实际掌控者。都看我干嘛？吉林、热河督军，冯庸这小子争取来了，他说让谁当，那就让谁当。大伯，要不谁当这个督军，您来定吧。马龙潭斟酌了片刻，吉林督军就给老二吧，毕竟吉林这一摊子事情一直是老二在管，根基深厚，能稳得住局面。至于热河，情况有些特殊，我也不好讲。你小子滚吉林，一定有打算了吧？张作霖叹了口气，热河的事情不好整的，咱们奉之一旦出山海关，直军肯定不乐意，尤其是那个蓟榆镇守使曹英，这家伙脾气暴躁，不好打交道。热河挨着曹三的直隶地盘，他七弟曹英是蓟榆镇守使，专管蓟榆铁路，可这铁路一大段都在热河，所以两边都能在热河驻军。要不维持现状，咱们派人挂着热河督军的名得了。眼下这个节骨眼上，还是不要和曹三起冲突为好，毕竟人家是嫡系，咱们是半路出家的和尚。袁大总统都把热河给咱了，咱不敢实际接收，
这外头的人怎么看咱们？旁人不得骂咱们是软蛋。你们要是不敢去，我带兵去。他曹营敢说半个不字，我带兵钻了他的蓟于铁路警备司令部。老大马龙弹奏了汤玉麟舞。你坐下，嚷嚷什么？哪了个巴子的！这个臭小子早有打算，他这是给咱们卖关子呢。曹三欠我一个人情，我打个电话看看他愿不愿意卖这个面子。如果不行，就只能来硬的了。作为穿越者的冯庸，他知道掌控热河的重要性，他立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军事地图。热河是咱们奉军出关的跳板，现在不能占据热河，万一哪天袁大总统没了，天下大乱，人家把热河一占，咱们就被堵在山海关了。想打出去，不付出个几万条人命，根本不可能。现在是占据热河最好的机会，名正言顺，袁大总统也站在咱们这边。只要我们占据了热河，将来咱们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冯庸这小子说的对，热河必须打，到嘴的鸭子还能让他飞了不成？冯庸随即拨通了曹三的电话。曹三爷，我是冯庸。冯庸啊，我听太子爷说，和我家联姻的事情是你提议的吧？联姻的事情今个刚定下，我正准备好好谢谢你呢。谢就不必了。曹三爷，我找你是想商议一下热河的事情。大总统把热河的镇守使撤了，让我们派人接管热河。我听说基于镇守使是你兄弟，想让你帮忙打个招呼，免得发生什么误会。大总统把热河给了你们，你们接管天经地义，咱一切按照规矩办，保留基于镇守使沿铁路10公里的驻军权就行。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。多谢曹三爷，曹三那边搞定了，现在就该决定谁去当这个热河督军了。曹三虽然答应了，但是这个曹营未必心甘情愿，接管热河没那么容易。热河虽然归我们东四省管，但是曹营借着觊觎镇守使的身份，没少沿着铁路在热河搜刮好处。现在把他的驻军权限制在铁路沿线10公里，他再想搜刮好处就难了。曹营碍于他哥曹三的命令，不敢明着阻拦我们接管热河，可暗地里肯定不少使绊子。你们要是怕他曹营，那就我当二虎去当这个热河督军，我不怕他。敢找茬那就碰一碰，看他们直军的拳头硬，还是咱们奉军的拳头硬。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江湖是人情世故。老四，你不要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，有时候这拳头没有人情世故好使。二虎不能去，他要去了，非得整天给曹营干仗，没准事情闹大了，两方派系都得干起来。四可不行的话，那我也不行。我脾气也不好，怕是也会忍不住和他们干起来。就5哥和老八选一个吧。骨头硬的不能去，那就让老五去。他骨头软，他到热河，保管只挨揍不还手。他二虎，你说谁骨头软的？你把话说清楚。谁急了，我就说的谁。再说了，咱们哥几个谁骨头最软，大家伙心里都清楚，这还用说吗？老叔，要不你去热河吧？热河形势特殊，就得需要一个能文能武、为人圆滑的人才能站得住脚。我年龄最小，资历最浅，这热河督军怎么着也轮不到我。依我看，还是从几位兄长里选一个。这话说的不对，都是谁有能力，谁能干好谁上，哪有说谁岁数大谁上？吴庸这小子会演识猪，我看你老八就行，就你了。老八，让你上你就上，你上总比老五上强。最后，大家一致决定由老八张作相担任热河督军，而老六孙烈臣继续屯兵山海关。一旦热河有什么情况，可以第一时间支援。此时，张作霖却对冯德林突然提出个要求。你敢信？冯德林刚当上东四省巡阅使第1天，张作霖就提出要交换地盘。咱哥来的时候我想过了，咱们哥俩换换。你来奉天当督军，我去黑龙江当督军。如今你是东四省巡阅使，不能待在黑龙江这个犄角旮旯的地方，你必须得坐镇奉天，居中指挥。要不了多久，白熊国就会发生一场大变故，黑龙江和白熊国就一江之隔。到那时候，只要运作得好，我就可以接收白熊国在黑龙江的所有家当。奉天虽然是东四省核心，但是要论发展潜能，还真干不过黑龙江。还好我在开会之前早就料到七叔会来这一手，特意交代了老爹应对策略。老七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谁说东四省巡阅使就得坐镇奉天？我这个东四省巡阅使就把大本营放在黑龙江。再说了，巡阅使，我时不时的坐着专列，在东四省巡阅就是。老七，咱们都是自家兄弟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你就老老实实的当好你的奉天督军，我这个当哥哥的还能打自家兄弟地盘的主意不成？堂哥说的对，都是自家兄弟。什么你的地盘，我的地盘的，都是咱们兄弟的地盘。咱们东四省的事情说完了，接下来就说说上户的事情吧。上户可是块肥肉，我们老冯家肯定不能独享，几位叔伯人人有份。拉了个巴子，你小子胆子是真大！上户这个龙潭虎穴，你也敢闯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我听说袁大总统让你做财政部次长，你死活不干，非要去上户当督军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也不和我们几个叔伯商议，自己就决定了。上户那个地方要出人命的。
何止没和你们商量，他和我这个老子都没商量。这小子翅膀硬了，想飞上天去瞅瞅看看咱们东四省这座小庙，容不下他这尊大神仙。都别说我大侄子了，要我说，我大侄子比咱们这些老家伙有本事。就是袁大总统像我大侄这么大岁数的时候，也没当上督军吧？就你他妈伙这个模样，还当王爷的？给你穿上蟒袍，你也不像王爷，像个唱大戏的。老五，你欠揍是不是？信不信我弄你？你们两个闭嘴，在瞎胡闹，把你们俩岔出去。大侄，你接着说。袁大总统允许我在上户驻兵5万，我计划从东四省带3万人马过去，我们这边出1万，剩下的2万就请几位叔伯凑上一凑，你们出人就行。军饷、武器装备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拉了个巴子，这是大好事啊！让咱们东四省的爷们也到上海那个繁华大都市见识见识。我张作霖把话撂这，那些个老弱病残可别拉出去丢人现眼。去上户的兵那都得是青壮，最好能够整上几句英语。袁大总统让你驻兵5万，你怎么只带3万人去？咱们给你多凑些人了，再租5万，否则旁人还以为咱们奉军没人呢。你瞅瞅你那个虎逼呀！论人情世故，你还不如个孩子。剩下的那2万兵，冯庸这小子准备到上户再征。上户的5万驻军，要全是咱们这些外地人，那些地头蛇能放心吗？想要在上户站稳脚跟，需要钱、兵、人才3样东西。钱我自己就有，兵的话叔伯们给凑，人才确实也有一些，但是人才啊，这玩意谁会嫌多啊？为了找七叔要人才，冯庸也是拼了。他凑到张作霖背后，又是捏肩，又是捶背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臭小子，你想干什么？直说吧。我想从七叔手底下借个人，除了杨雨婷，其余的都行。我不要杨雨婷，我要王永江。那可不行，王永江是我的财政厅长，那是我的财神爷。我那奉天在他的治理下，好不容易从入不敷出变成略有盈余。七叔奉天的财政体系已经搭建好了，王永江的副手王书汉完全可以接替财政厅长。你奉天1年产出的那3瓜俩枣，用王永江那是浪费人才，去上户才能让他有用武之地。我说老七，你这人怎么说话不算话呀？你说了，只要不要杨雨婷，要谁都行。人家要王永江，你咋还不给了？咱们这些当叔父的，能帮到这小子的不多，他要王永江，你给他就是。老哥几个这么一说，张作霖算是被架上了。好，老子把王永江给你，拉了个巴子，打秋风打到老子这里来了。谢谢七叔，诸位叔伯，只要我能在上户站稳脚跟，彻底的掌控上户，咱们整个东四省的经济民生都会被带动起来，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。从明年开始，我计划在东四省大量投资建厂，发展工业，在东四省生产的东西通过铁路运送到上户来卖。我大概计算了一下，从明年开始，我每年可以拿出3个亿的现钱来购买军火，武装咱们东四省。到时候这批军火由我爹统一分配给诸位叔伯，我在外头打拼，诸位叔伯可得守好家啊！哥，你后天要去上户了吗？你带我一起去呗。我听说上户是龙国最繁华的都市，十里洋场。你要是活腻歪了，你就自个找个歪脖子树上吊去，省得死在上户，给咱们老冯家丢人现眼。有哥你在，谁能伤我一根汗毛？我哥是什么人？别拍马屁！上户那个地方3年死了7个督军，这年头能当上督军的哪个不是人杰枭雄的？这次去上户，我自己都不敢保证能够全身而退，带着你个拖油瓶，不是自找麻烦吗？你老实在家待着，别惹是生非，等个1年半载的，我在上户站稳脚跟，接你过去逛逛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咱们拉钩。此时外面敲门声响起，进来吧。老板，你交代的事情都办好了。你敢信？冯庸还没去上户地区赴任督军，青帮大佬就布下天罗地网，密谋劫杀。张小林，你们青帮还真是财大气粗，50根小黄鱼，连眼皮都不眨一下。我上面的老板想和曹将军交个朋友，除了这50根金条之外，还给曹将军准备了一点宝礼。好家伙，毛瑟步枪1000支，毛瑟手枪500支，麦德森轻机枪20挺，马克沁重机枪5挺，克鲁伯75毫米山炮3门。曹将军，您拿着这张提货单，随时可以去上户的太古洋行提货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心里清楚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冯庸可是我3哥的挚爱金鹏啊！我如果帮了你们，往小了说是忤逆我3哥的意思，往大了说是引发直奉大战。这批军火推烫手，我可不敢拿。曹将军，我老板没让你忤逆曹帅的意思，只是希望你行个方便，比如我们的人办事的时候，你的人能够恰到好处的避开那里。又比如，等到真出事的时候，你的人能够晚来一会。这笔买卖我干了，但是得加钱。咱们丑话说在前头，这批军火还有这50根小黄鱼的事情，绝对不可以泄密。如果传出去了，我曹英也不是吃素的。曹将军放心，这件事你知我知，天知地知。我说了，我家老板想和你交个朋友，绝不会出卖你的。与此同时的冯庸正在向老爹讨要大杀器。海7号、威海号、定海号这3艘军舰，我得带走。爹，你可别心疼，等我在上户站稳脚跟之后，
到时候还你30艘、300艘军舰。说的什么屁话？你爹老了，咱们老冯家这些家当迟早都是你的。穷家富路，你这次去上户，想拿什么就拿什么。这次去上户，你到底怎么安排的？妈了个巴子的，老子真怕你死在路上。袁大总统说了，军队不许驻扎在市区，我准备把带去的3万兵马分2波驻扎。咱家的1万人乘坐军舰从海上直接到崇明岛驻扎，几位叔伯的2万人在山海关集结，坐火车走铁路到吴淞驻扎，对外隐藏海上这支军队，只暴露铁路这支，用咱家的专列做诱饵，然后布下天罗地网，刺客来多少死多少。至于我直接从海上到崇明岛，再想去上海，不是轻而易举吗？妈了个巴子的，还是你小子聪明，有这么好的办法，老子白为你担心这么久了。要去上户了吧？后天一早出发，月底是你的生日，我肯定是没办法回来了，专门为你准备了一件礼物，提前送你。可别送太贵重的哦，否则你生日的时候我可还不起。冯庸开着车一直从闹市开到了郊区的松浦镇，在一个废弃学校前停了下来。这里我已经买下来了，能容纳至少5000个孤儿。除了最基本的食宿之外，我还请了一些老师教授他们知识技术。这里的孤儿可以一直待到16岁，学到一技之长之后，再从这里走出去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是这座孤儿院的院长。当然，这里不用你费心费力来管理，我聘请了最专业的管理团队。孤儿院的所有开销都由我个人承担。如果送的礼物太贵重的话，他碍于人情太重，肯定不敢接受。可孤儿院这份大礼，关乎着5000个孤儿的生死，他怕是想拒绝都难。这件生日礼物我很喜欢，我收下了。我替这些孩子谢谢你。说句谢谢就完了，不来点实际的。晚上我请你吃饭。安妮，你看这就有点不懂事了。我这么大一座孤儿院都送了，你不应该感激涕零，把自己那啥。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可谁也没想到，就是这座看似平凡的孤儿院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将会助力冯庸逆风翻盘。冯军的专列是11点到站，半个小时的维护时间，11点半准时出发。冯庸乘坐的这节车厢是特制的，我们得做2手准备。马生，刚祝你们2个。随后，青帮分子伪装成的铁路工人离开仓库。没过多久，奉军专列刚到达昌黎站，就听到轰的一声巨响，冯庸那节车厢绽放出绚烂的火光，紧接着藏在卫生间里的枪手迅速朝着冯庸那节车厢跑去补刀。不料进入那节车厢之后，这些枪手的脑袋瞬间嗡嗡的。坏了，中计了！把枪丢地下，束手就擒，否则让你们变成马蜂窝。枪手对视一眼，无奈把枪丢在地上。你们青帮的刺杀手段真够拙劣的。我们不是青帮的。呵呵，真正的职业杀手怎么着也会临死反扑一下，绝不会束手就擒，欺软怕硬，不就是你们帮派分子的行事作风吗？上户是青帮的地盘，你们不是青帮，还能是谁？不承认不要紧，我有的是手段，让你们说真话。这是你们布的陷阱，冯庸呢？既然这里是一个局，我家督军肯定不在这里。至于督军在哪里，你还没资格知道。谁派你们来的？姓黄的、姓杜的，还是姓张的？老子也不是吓大的，有什么手段你尽管使，但凡多说一个字，老子是狗娘养的。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只能用刑了。半个小时之后，车厢里传来凄厉的哭喊声。招，我都招，我不光招，我还能供出其他同伙。我还是喜欢你那桀骜不驯的样子。老七，我怎么交代你的？你怎么办事的？太子爷和冯大帅的电话都打到我这里了，你让我怎么交差？专列刚到昌黎站就出事了，这件事一定要给我查个水落石出。三哥，铁路这块鱼龙混杂，这人怎么混上去的？我也不清楚。出事后，我第一时间就封锁了昌黎站，堵住了几个枪手，不过他们都是硬茬子，火拼的时候全死了。三哥，冯庸怎么样了？冯庸要是出事了，就不是我给你打电话了，你等着上军事法庭吧。今天这件事，你把那几具尸体交上来，我先这么糊弄过去。蓟于铁路你盯紧了看住了，下次可就没这么幸运了。真出什么事了，太子爷那里我也保不住你。你敢信？青帮布下天罗地网刺杀冯庸，却被后者破局轻松化解，这可把幕后老板气坏了。小李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先后派出了7波枪手。我不想听过程，结果，我要的是结果。石沉大海，了无音讯，派去的枪手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。孔先生，这个冯庸是个硬茬子，我觉得对付他，咱们从前那些手段不好使，刺杀无用。冯庸是天上人间大酒店的幕后老板，这个天上人间大酒店，北方各省几乎都有，堪称是北方的和平饭店。他冯庸本身就是混黑帮搞刺杀的，咱们刺杀那套手段他门清，想要刺杀他，难于上青天。这么说的话，这次北方来的还是硬茬子。诸位畅所欲言，说一说该怎么应付他吧。孔祥飞说完之后，会客室内全都鸦雀无声，显然他们谁都不想当这个出头鸟。荣会长，你先说说吧。要钱，荣家可以出钱；要人，荣家是生意人，出不了人，青帮可以出人。至于办法呢，岁数大了，愚钝了，暂时没什么好办法。荣会长此言一出，其余人纷纷开口附和。说得对，要钱我们可以出钱，要人青帮有的是人，至于该如何办，
洪先生拿主意便是，我们绝无二话。你们3个有什么主意？能不能快兵无限车站，把奉军专列截停，一不做二不休。张啸林话还没说完，就见迎面飞来一个长矛，砸在他的脑上。蠢货，那是奉军的专列，上头足足有2万奉军，派兵截停奉军专列，这是要和奉军开战吗？岳胜，你是聪明人，你说说有什么办法？奉军毕竟不是袁大总统的嫡系，能不能试图拉拢冯庸？既然拦不住，那干脆让他来就是了。上户是咱们的地盘，咱们占据主场优势，他来了之后刺杀也好，拉拢也罢，都好操作。不过咱们得给他来个下马威，打压他的气势，等见面的时候才能够占据主动。拉拢冯庸的事情，我会和上面的人请示。你先说说如何打压冯庸。华界有一家天上人间酒店，在冯庸来之前，让他的酒店关门歇业，等他进城那天，咱们可以这样。妙计，岳胜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，你是有能力的，事情一定要办得漂亮，不要再让我失望了。在座的这些人都会全力配合你。而此时的上户崇明岛督军公署，我做如下任命，中庭你记一下：任命王永江为上户市长兼财政厅厅长，任命李中庭为侍卫队侍卫长，任命冯长河为上户警察厅厅长。永江，你安排一下，后天中午12点，我要在天上人间大酒店宴请上户各家富商名流，人员名单你来定吧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另一边的法租界孔公馆，上户地头蛇们围坐在一起商量对策。上头说了，可以尝试拉拢冯庸，我们的底线仍旧是每年上缴的财政收入不能超过20亿大洋。另外，在座的诸位凑一凑，每年给冯庸2亿大洋。他若同意，那就一切安好；他要是不同意，就做掉他。在座众人对视一眼，随后纷纷点头。冯庸下了请帖，邀请我们明天去天上人间酒店赴宴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都去赴宴。去，当然要去。新督军上任，你们不仅仅要去，还得每人给他准备一份大礼。岳胜，你怎么看这个冯庸？这个冯庸虽然年轻，行事作风却是老辣至极。他到上户之前，谁能想到从铁路过来的奉军只是诱饵，他是从海上过来的。奉军的3艘军舰就停在崇明岛的港口，舰炮正对上户以示压人，却又不真正动兵。面对他冯庸，洋人也得掂量掂量，毕竟他要是真掀桌子，洋人在租界里的那些主军可顶不住几万奉军。岳生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才想起来，奉军的3艘军舰一到，那2个洋鬼子直接没来。妈的，他们不会是想当墙头草吧？奉军的那些老家伙都是冯庸的叔伯，他们对冯庸的支持一定是倾尽全力的，能拉拢是最好的。上面也不想和奉系撕破脸皮。老朽做个主，诸位看看可否？咱们多拿出一些利益，把冯督军的那份凑到3亿大洋。正所谓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。咱们都是生意人，局势稳定，诸位才有的赚。众人想了想，纷纷点头表示同意。盛会长，明日你去和冯庸谈如何？我只是打个嘴炮而已，真要上的话，让我没说。老朽岁数大了，脑子愚钝了，说话都不利索，如何能去谈判？于是众人把目光挪到荣会长身上。荣会长看向杜月笙，让月笙去吧。整个上户谁不知道，月笙最懂人情世故。散会之后，3大亨来到华界的3星公司总部。月笙，我小舅子当副堂主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副堂主哪够，要当就当堂主啊！月笙，你今天可是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呀！堂主的任命简单，但是你小舅子入帮才3年，资历忒浅，按咱们青帮的规矩，别说当堂主了，当个乡主都费劲。我怕有人告到那些老头子那里，他们虽然没实权，可掰扯起帮规传承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月笙，咱们都是兄弟，你和我卖什么关子？你既然说能办，肯定有办法堵住那些老头子的嘴。按照规矩，你小舅子的确是没有当帮主的资格，但是凡事都有特例，比如为咱们青帮立下大功，自然也就可以破格提拔了。明天那件事，让你小舅子去办如何？计划我都制定好了，按照计划来，那就是10拿9稳的事情。这可是在帮孔先生做事，事情办漂亮了，提拔个堂主，那些老头子绝对不敢有二话。张啸林拍着胸脯说道：“那行啊，就让那小子去。”你敢信？冯庸率部进城赴任上户督军，半路却杀出一支出兵队伍。让开，这是总督的车队，谁敢拦打？军爷，死者为大，就让我们先走吧，耽误了时辰，我爹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。我最后说一遍，让开道路，否则我们就开枪了。先把枪放下。侍卫长，现在11点半了，这些人摆明了想耽误我们的时间，让老板12点无法到达酒店。今天是老板上任督军第1天，要是被人拦在半道上，这可太丢人现眼了。李中庭绕过棺材的时候，脚尖趁机在棺材底下一踢，居然是轻飘飘的感觉。棺材里是你什么人？我爹，军爷，
棺材里是我爹，我赌棺材里没人，开棺！一群侍卫队将士立马冲了上去。军爷，不能开棺啊！死者为大，死者为大啊！军爷，你不能这么糟践我爹的尸体，无法无天，你们无法无天！乡亲们，你们帮忙说几句话啊！死者为大。冯帅心系百姓，若真是出殡的队伍，车队愿意为他们让行，但是我怀疑他们是来捣乱的帮派分子。棺材里是空的，现在立刻开棺验尸。若棺材里真有尸体，我以督军侍卫长的身份，亲自给死者磕头上香。有了李中庭这番话之后，四周的老百姓也安静下来。片刻功夫，棺材盖被撬开。报告侍卫长，是空棺。李中庭派人把棺材立起来，展示给吃瓜群众看。见状，领头的年轻人转身就想跑，却被侍卫队将士拿枪逼了回来。军爷，我知道错了，不敢了，我下次不敢了。你们是谁的人？谁指使你们来捣乱的？年轻人听完只是低头不语。下一刻，齐刷刷的举枪声响起，几十把冲锋枪对准他。我们是青帮的人，我姐夫是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，是他让我来的，都是他指使的，否则我怎么敢和督军作对？一声枪响过后，张啸林的小舅子应声倒地，随后尸体被扔进棺材里。他张啸林既然喜欢出殡，那我就成全他。马上12点了，堂堂的上户督军被堵在街上过不来，当真是奇耻大辱啊！你们说他会不会放弃车队步行过来？没想到下一秒，天上人间酒店的侍从通知大家，督军的车队到。这怎么可能啊？这下糟了！听到这个消息，杜月笙不由得松了一口气。冯庸这个人果然不简单啊！幸亏把这个差事给张啸林了，否则今个把事情搞砸的就是我了。诸位，督军来了，咱们下去迎接吧。上户的诸位大佬走到酒店门口的时候，刚好冯庸的车队停了下来。紧接着，李中庭从第一辆车下来，等了许久，却不见冯庸下车。杜月笙凑到盛会长和荣会长面前，低声说道：“月笙是黑道中人，身份低微，还请两位会长上前迎接冯督军，帮督军开下车门。冯督军上任，我等有失远迎啊！”盛会长和荣会长笑呵呵地凑了上去。走到那辆头车的时候，他们发现窗帘是拉着的，根本看不清楚车里的情况。侍卫长，就由我们两个给冯督军开门。李中庭点了点头。盛会长拉开车门的一瞬间，吓得一个踉跄连连后退。冯庸压根就没在车里，原本冯庸该坐的位置放着一把金光闪闪的大铡刀。我家督军说了，上户都是富可敌国、身家千万的角色，这些人要是犯了法，不能枪毙，一颗子弹才几个钱，枪毙辱没诸位的身份，特意打造了这口黄金铡刀，将来给诸位送行的时候也是牌面十足。李中庭说完之后，在场的大佬一个个汗流浃背。这小赤佬真当咱们是吓大的？在座的都是遵纪守法的商人，没有违法犯罪的恶徒，想来这口铡刀是用不上了。侍卫长，督军没来吗？李中庭指了指天上，只见远处的天空之上，18架战斗机一字排开，俯冲而来。战斗机的弹舱打开，雪花一般的美钞飘飘洒洒落下。围观的百姓纷纷伸手去接，欣喜若狂地喊道：“我家督军心系百姓，爱民如子，往后每逢重大节日，都会派飞机在天上撒钱，改善百姓生活。”督军万岁！督军万岁！督军万岁！这得撒出去好几百万美钞了吧？这么多钱都给这些泥腿子了，这个冯庸脑子马塌了吧？要不了几天，新任督军撒钱的事情就会传遍整个上户，区几百万美钞就把全上户的底层百姓拉拢到了自己阵营，这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啊！这位新督军的手段不简单啊！捡到钱的泥腿子才多少？我就不相信上户这么多的泥腿子能全部支持他冯庸。蠢货！大家都是一样的平头老百姓，凭什么别人能捡到，自己捡不到？那些没捡到钱的百姓，只会后悔今天没来这条街，没来迎接新督军上任。为了确保冯庸下次撒钱，他们有机会捡到，他们都会成为冯庸的铁杆支持者。大哥说的对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18架战斗机当中领头的那架战斗机俯冲而下，把马路当成了机场跑道，强行降落。妈了个巴子！上户这大城市就是好，马路都能当机场使。四周闪起了镁光灯，报社记者记录下了这位新任督军与众不同的登场方式。这小赤佬真是拽上天了！看到冯庸下了飞机，前来赴宴的上户大佬纷纷迎了上来，而张啸林的小弟此时也带了一个不好的消息：大哥，你小舅子出事了！山里来的土包子真把自己当人物了，要不是孔先生要谈，他一进城，老子就先弄死他。大哥，现在不是咱们弄不弄他们的事情，是您能不能全身而退？你现在可在人家的地盘上呢。那个李宗廷知道是你派人拦的他们车队，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冯庸，会不会借机对付你啊？张啸林听完也是怕了。你去召集5000个兄弟，带好家伙，在附近街道集合。你敢信？
冯庸刚赴任上户督军第一天，本地帮会大佬就敢当面叫嚣。冯帅新官上任，在座的诸位给冯帅准备了一些礼物，这是礼帛，还请冯帅笑纳。无功不受禄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搞得我好像是什么贪官一样。冯帅远道而来，送些见面礼都是应该的。再者说来，没什么贵重的东西，都是一些上户的土特产。好家伙，你们上户的土特产就是些黄金、玉器。诸位执意要送，我也不好保诸位的面子。但是我这个人不喜欢金器玉器，大老粗一个，更看不懂什么字画。这些东西诸位待会还是拿回去，直接折现就好。中庭这件事就由你负责，3天之内这笔钱一定要到位。钱到了之后，送到王永江那里。快过年了，用这笔钱采购一批面粉和猪肉。除夕当晚定点向上户的穷人乞丐发放饺子，让他们也过个好年。还请诸位配合，一定配合，一定配合。不用3天，今天晚上之前，荣家的钱指定送到侍卫长手里。在场众人全都点头附和，只有张啸林满脸的不服气，但也只敢小声嘀咕。小赤佬自己给那些泥腿子送人情，确认我们掏钱打得好算满。不料李中庭听力异于常人，你说什么？出来单挑啊！黄金荣为了息事宁人，只好替张啸林解释。我兄弟说冯帅真是一位大善人，是爱民如子的好官。我们兄弟3人送的礼物，愿以3倍折现。中庭啊，大家都哥们，你怎么这么大火气？李中庭俯身在冯庸耳边一阵轻声嘀咕，把刚刚张啸林说的话，以及张啸林小舅子劫车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冯庸。冯庸点了点头，表示自己知道了。冯帅乐生有几句贴心的话想说，今个让大家过来，就是让大家畅所欲言，聊一聊对提振上户经济的想法。乐生想说什么就直说吧。在座的大家都是商人，局势稳定，大家才能赚到钱。所以大家的想法是，上海的格局最好还是不要变动为妙，一动则徒增许多的变故。冯帅上任上户督军，无非就是为了2件事：其一，完成袁大总统给的财政任务；其二，给自己预留下来一部分的钱财，用来供养军队。我们大家的意思是：第一，每年上缴20亿大洋给袁大总统；第二，每年上缴3亿大洋给冯帅。如此一来，袁大总统好，冯帅好，我们大家也好，实乃一石3鸟之计。乐生，你错了，我这次前来上户有3个任务，前2个你说对了，最重要的一个却让你给漏了。我这次来上户的第3个任务是为了造福百姓，建设上户地区来的。在我们东四省有一句话叫做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。冯庸此话一出，也是表明了自己不会和上户的本土势力合作，一切都得按照他的规矩来。南方联合银行的行长孔祥旺此时脸色特别难看，只因堂哥孔祥飞事先跟他有交代，今天一旦谈不拢，就要打压冯庸的气焰。孔祥旺立马示意张啸林，张啸林瞬间来了底气，他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。小赤佬，山里来的土包子，这是上户，不是东四省。在上户，在座的言问捧你，你才是督军；在座的要是不捧你，你就是个屁。谈不拢，那就打。我们青帮在上户有30万弟子，军队进不了城，你是我们青帮的对手吗？别人怕你，我张啸林才不怕你。李中庭人狠话不多，立马把他按在桌子上，拿起桌上的烟灰缸，一下下的敲在张啸林的脑袋上。你派人拦老子车队，想给老子下马威，这是第一次骂老子小赤佬，蔑视老子，这是第2次在老子面前拍桌子当出头鸟，这是第3次。事不过3，老子今天就要干你，谁说话都不好使。冯庸随后单手提起瘫软如同死狗一样的张啸林，来到了酒店1楼大厅，故意让围观百姓和报社记者看见。李中庭，把老子的黄金铡刀拿来，还请冯帅饶啸林一命。我们兄弟愿意捐1亿大洋作为军费，买啸林的命。就在冯庸要铡了张啸林的时候，天上人间大酒店楼下聚集了无数的青帮分子。放了我们大哥，敢动我们大哥一根汗毛，我们就撒进去。上户是青帮的地盘，外地人滚出去。小赤佬，下面全是我的人，有种的你就铡了老子，你铡一个试试看。张啸林话没说完，冯庸立马就成全了他。他杀了大哥，冲进去给大哥报仇。就在青帮帮众冲击大门的瞬间，李中庭下达了军令：冲击督军卫队，杀无赦。随后一挺马可庆重机枪被推了出来，重机枪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，青帮帮众一个个当场倒下。我是杜月笙，退回去！我命令你们退回各自的堂口，擅自外出者逐出青帮。在杜月笙的严令之下，外围的青帮帮众四散逃离。即便如此，也有数百青帮帮众倒在血泊中。镁光灯不断闪烁，记者不断的抓拍。诸位都愣着干嘛？吃啊！我不太饿。船王这是不给我面子，不敢。我吃，我吃。白显通慌忙端起饭碗，麻木的往嘴里塞饭。冯庸又扫视了一圈在场的诸位大佬，这就对了，我让你吃，你才有的吃。敢和老子对着干，吃饭就只能是下辈子的事了。退出去，记者不许进来，再不后退，我开枪了！你敢信？冯庸刚除掉青帮地头蛇，就有美女记者要帮他上热搜。退出去，记者不许进来，
再不后退，我开枪了。我想给冯督军拍一张照片，能不能帮我通报一下？督军，楼下有个女记者说要给您拍几张照片，让不让她上来？挺漂亮的，身材也好。我让不让她上来和她漂不漂亮、身材好不好有什么关系？在你们眼里，老子就是这种人吗？让她上来吧。刘苏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来了？快下去！你认识这位记者？冯帅，这是我侄女白流苏，是沪报的记者。自己人啊，往后没新闻了就来找我，我再炸几个豪绅，给你整点头版头条来。冯督军，我想给您约一个专访。现在专访为时过早，等我胜利了，真正成为上户的主人，到时候我的第一场专访就留给你了。那咱们一言为定，我今天能先给冯督军拍张照片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只给我自己拍照的话太单调了，干脆拍一张大家的合影。说罢，冯庸示意所有人凑过来。盛会长、荣会长，你俩别这么拘谨，靠近一点。冯庸招呼着两人靠近之后，直接勾住了两人的肩膀。随着快门声响起，镁光灯闪过，一张堪称世界名画的照片诞生了。照片里的冯庸是张狂、自信的大笑，其余人则全是战战兢兢的模样。大哥，上户不能待了，咱们赶快收拾收拾东西，连夜去港岛避一避。月生，局势还不至于此吧？这一走，多年打拼的家业都要付之东流。大哥，是钱和权势重要还是命重要？孝林的尸骨就在外头放着，再不走，你我也得步他的后尘。大哥，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的道理你还不懂吗？这个新任督军，他不是冲着钱来的，他要掌控上户，要当上户的主人。接下来必是南北双方势力争夺上户，你我就是孔先生手里的枪，冲在最前头的那个。这个冯庸有点邪乎，谁输谁赢不好说啊。大哥，今晚我一定要走，你是走是留，就得你自己斟酌了。我和那些洋鬼子有些交情，我还是去法租界躲一躲吧。叶落归根，人老了就是死，也得死在家乡。去港岛，我怕没机会回来了。大哥，那你保重。第二天一早，侍卫就把热乎的早报递给冯庸。督军，您昨天干的那些大事，让上户的报纸一早都卖断货了。我倒要看看记者是怎么评价我的。铁血屠夫降临上户，上户未来何去何从？是铡刀杀神，还是百姓救星？群魔乱舞，地狱迎来了他的魔王。上户是否将沦为人间炼狱？妈了个巴子的！昨天那个女记者有点意思啊，群魔乱舞，在他眼里，上户的这些豪绅都是魔鬼，他叔父白显通也是魔鬼喽。紧接着，李中庭推门走了进来。督军，昨晚赴宴的人一早就派人把买礼物的钱送来了，还都多给了不少。不过那些礼物他们并没有拿走，我料他们也不敢把东西拿走。那些礼物摆在那里的时候，谁送的我可能记不清，可谁要是当真把自己送的礼物拿走了，我可看得清清楚楚。冯庸接过账本之后，仔细的查看了一遍，所有人的名字都在上头，就连死去的张啸林也是杜月笙帮忙出的钱。派人把账本和钱送到市政厅，交给王永江。至于这笔钱的用处，就按照我昨晚说的。好的，老板。最新得到的消息，杜月笙跑了，昨晚连夜坐洋鬼子运输物资的飞机跑去港岛了。这个杜月笙是个聪明人啊，跑就跑吧，不用管他。派人盯紧孔祥飞，我倒要看看他背后的主子会怎么出招。明白。而此时的孔祥飞也是气炸了，当众铡了张啸林，这是打我的脸啊！小赤佬，给脸不要，倒要看看你这个上户督军能当几天。一阵电话铃声响起，孔祥飞拿起话筒，不惜一切代价把他赶出上户，必要的时候可以干掉他。挂断电话之后，孔祥飞吩咐管家让他打电话通知上户大佬今晚来孔公馆商议对策。老爷，荣会长和盛会长打电话过来了，说是昨天惊吓过度生了病，今个来不了了，有什么事情你们商量。他们二人没有意见，需要用钱的地方他们两人随时划拨。孔祥飞当然知道荣会长和盛会长这是在应付他，但碍于他俩是上户商界太子，也不好当面撕破脸皮。岁数大了，生病也很正常，那咱们就不等他们俩了。孔先生，杜月笙和黄金荣也没来。杜月笙和黄金荣呢？他们为什么没来？立刻去给我查清楚他们两个是死是活。杜月笙和黄金荣没来无伤大雅，这次找你们来是要在商业上打击冯庸。他这个新任督军刚上任，上户的经济就崩溃了，民生就乱套了。我倒要看看他怎么给袁大总统交代。从明天开始，你们在华界的所有商铺全部关门歇业，米面粮油、布匹杂物，所有生活物资都不卖了。那我问你，冯庸他该如何应对？回答我！船王白显通此时内心毫无波澜，只因店铺关门协议跟他的船业毫不相干。在上户店铺众多的几位大佬可就有些绷不住了，就比如这位百货大王梁永胜。孔先生，马上过年了，我仓库里囤了不少年货，年前要是不出手，我的损失可太大了。孔祥飞猛地一拍桌子，损失大，赶不走的冯庸，谁都没有好日子过。张啸林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，这一点损失就受不了了。这些年你们赚的钱呢？赚钱的时候一个比一个勤快，遇到事了一个个推三阻四，不想在上户混的，立刻给我滚出上户。孔先生，我就发牢骚，听您的，我都听您的。督军，上户市政厅的账目都统计出来了，余钱320万大洋，
余粮只有8000吨。督军，这帮资本家都该傻，做的也太过分了，就这么点家当，下个月公务人员的薪水都发不出来。资本家是这样的，有朝一日，老子一定把他们都挂到路灯上去。督军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搞钱，我现在只想搞钱，搞不到钱，下个月市政厅就得停摆。想要搞钱，现在有2个办法。一集没看够，主页置顶视频里精彩继续。你敢信？冯庸刚接任上户督军第1天，他的下属王市长就急得焦头烂额。搞钱，我现在只想搞钱，搞不到钱，下个月市政厅就得停摆。想要搞钱，现在有2个办法。第一个办法就是以你上户市长的身份去找那些资本家筹措。这个办法虽然能搞到钱，但是你得跪着。那我要想站着把钱赚了呢？想要站着把钱赚了也简单，打不过就加入，咱们也当资本家，而且要当最大的资本家。他们能在上户做生意，咱们为什么不能啊？以上户督军府的名义成立官企，赚他娘个盆满钵满。这个办法我也想过了，上户的商业体系成熟，官企贸然进入，一时半会很难占据市场。我预估现在成立官企，至少1年以后才能形成规模。远水解不了近渴啊！和这些资本家抢夺市场，就好比是2个水龙头往外放水，他们的水龙头关了，老百姓就只能吃咱们的水。就在此时，李中庭推门走了进来。督军，死对头出招了！上户所有售卖米面粮油、生活物资的商铺全部关门歇业。他们这是想搞乱上户的名声。听到李中庭这话，王永江都愣了，冯庸却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。最近3年，我就以私人的身份在上户购买了100间商铺，3天之后，这100间商铺都会变成官营超市，售卖各种生活物资。要不了多久，咱们的官营超市就能占据上户的市场。货源呢？现在调度货物来得及吗？咱们出发的同时，租用的10艘俄国人的货船也从东4省出发了。算算日子，3天之内，这批货就到了。上户的物价是滨江的3倍以上，这批货的利润绝对超乎你的想象。督军，你是不是背着我们出马了？怎么能掐会算的？上户是资本家的地盘，他们想把咱们赶出上户，自然要利用自己熟悉的领域打贸易战。但是这帮王八犊子低估了老子，老子不仅是穿越过来的，前身还是顶尖学府经济学高材生。打贸易战，老子是他们的祖宗。可没想到第2天一大早，王永江的秘书就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。王市长，大事不好了！大量的工人来到市政厅门口游行示众，把大门堵住了。他们喊着我们要吃饭，我们要生活。屠夫督军滚出上户，无能市长滚出上户的口号，让你给他们一个说法。肃静，各位肃静！我王永江作为上户市长，向大家担保，今天中午12点之前，一定能够解决食物和生活用品的事情。如果解决不了这次的危机，我王永江立刻辞职，滚出上户。游行示威的百姓听完也不好再说什么了。另一边的李中庭在法租界巡捕的陪同下，来到孔公馆见孔祥飞。孔先生，我家督军要见你，不知可愿赏脸？孔先生，你如果不愿意去，他们是不能强迫你的。你家督军现在知道慌了，现在想找我谈了也好，我就再给他一个面子，我跟你走。冯帅，你想怎么谈？谈什么？我来上户是做主人的，你们想要分我家东西，我和你们谈什么？既然不想谈，你请我来做什么？你先别着急，别以为你能稳操胜券。我已经安排了100家官营商店在上户同时开业，除租界以外，基本覆盖了每一条街道。你的制裁对我起不到一丁点作用。好敏锐的商业嗅觉，好厉害的布局能力。我承认，我低估了你。没想到你不仅仅是个军阀，还是个商人。你想借机进入上户市场，痴人说梦罢了。任由你的能力再强，资金不足又有何用？明日起，上户所有商铺把物价降低1半，完全可以在你们立足未稳之时，把你们赶出上户市场。我把你请来，就是为了这个啊！你给他们的命令是关闭店铺，没有你的命令，他们连开门营业都不敢，更别说降价了。这家伙故意给我设个鸿门宴，把我扣住，让我无法主持大局。过不了几天，冯庸的官营超市就能在上户迅速站稳脚跟。你这是土匪的手段，你是上户督军还是土匪强盗？孔先生，别生气，气大伤身。别管什么手段，能起到想要的效果就是好手段。我们能够打拼下这偌大的家业，可不是傻子。他们察觉到你想抢占市场之后，为了保住自己的市场，就算不敢明着开门营业售卖物资，也会把物资通过黑市低价销售。只要有低于市场价的商品出现，你这些店铺就不可能在上户站稳脚跟。孔先生忘了，我可是上户督军，我带人抄了黑市，很合理吧？冯庸，我现在就要走，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，把我扣下，算什么本事？你这么蠢，我怎么会舍得杀你呢？杀了你这个蠢的，你的主子要是派个聪明人来，反倒是不好对付了。派人看着他，吃喝管够，不许他离开房间。出大事了！冯庸搞了一个什么官营超市，售卖各种生活物资，孔先生的招被破了。既然孔先生的招已经破了，我们的店铺是不是可以开门营业了？你问孔先生去，你问我干嘛？我要是能找到孔先生，我何必来问你？老尚，你说孔先生会不会和张啸林一样被冯庸给？不好说，这个冯庸我看不透。既
然敢杀张啸林，自然也敢杀孔先生，无非就是有没有杀孔先生的必要而已。孔先生是生是死与我们无关，他上面的那些人应该比我们更着急。孔先生是生是死不关我事，可我急着出货啊，再不出货，我那批货囤在仓库要发霉了。老盛，你们盛家商会也有百货生意，你就不着急？些许小生意损失不了多少，但我仓库里的那些货可是我1年的利润啊！老盛，你得给我出个主意啊！老梁，要我说，论魄力，你可比杜月笙差远了。人家偌大的基业，说舍就舍了，你1年的利润算个屁！你要是真舍不得，你就开门营业，但他上面的人怪罪下来，你猜他会不会让你背这个黑锅？老盛，1年的利润是小，可一旦丢了上户市场，我的损失可就太大了。冯庸同时开了100家店，每家店还都是大店，让他这么干下去，上户市场就没有我们梁记的货了。老梁啊，除了开门营业之外，你就没有别的法子把货卖出去吗？这批货能不能赚钱无所谓，重要的是要把货铺出去，要让老百姓认得你梁记的货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老盛，你的意思是去黑市铺货？我可什么都没说。一集没看够，主页置顶视频里精彩继续。你敢信？冯庸刚扣押了地头蛇孔祥飞，后者背后的势力就彻底炸了锅，就连袁大总统都得来出面调解。大总统好，俺是你的部下冯庸。好什么好？那群天杀的洋鬼子把老子20亿大洋的贷款卡了7、8天了。洋鬼子卡袁大总统的贷款，肯定和我在上户的动作有关。他们这是想通过袁大总统向我施压啊！大总统，你再给我3天时间，3天之后我的布局就完成了。掌握了上户这个聚宝盆摇钱树，往后您就再也不用找洋鬼子贷款了。好，我就再帮你拖延3天时间。3天一到，即便你不放人，他们也会派新的主事人接替孔祥飞。小子，我看好你，别让我失望。3天一到，扣押孔祥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我必须在3天内逼着上户那些资本家在黑市抛货，然后直接抄了黑市。妈了个巴子，这帮王八蛋还真能沉住气。冯庸思索了片刻，立马有了对策。王永江，你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对外表示官营超市放开联营模式，凡是有位置合适商铺的店主都可以报名参加，由店主提供商铺，官方提供货源，统一定价销售，具体利润分配由官方分70%，店主分30%。放开联营模式一定会吸引大量的小店主加入，如此一来，官营超市的数量会几何倍的增长，彻底占据整个上户市场，而上户那些经营百货物资的资本家则会被彻底的挤出上户市场。我就不相信这一招出来他们会不着急，只要他们急了，就一定会在黑市低价抛售物资，阻止官营超市占据市场。这个消息一出，梁永胜那些个百货老板是真慌了，真让冯庸联营计划搞起来之后，我们都得破产。梁永胜几人一番商议之后，决定不等了，立刻低价抛售货物吧。只要我们通过黑市卖出的货物价格比官营超市低，就能把市场重新抢回来。不就是赔本赚吆喝吗？就是赔再多的钱，也要把这个狗屁的官营超市先干倒闭不可。督军他们按捺不住了，开始在黑市抛售货物了。1块大洋在黑市能买20斤大米，白面的话能买25斤，鸡蛋也能买8斤。今天的黑市可热闹了，咱们的生意和昨天相比，足足下降了7、8成。他们的仓库在哪里？都摸排清楚了吗？都查清楚了，一共38个仓库，里头全是各种货物。他们进货的成本价也得在3000万大洋上下，咱们全卖出去，至少也有5、6千万大洋。今晚把这些仓库全都抄了，晚上12点开始行动，天亮之前必须把所有货物运送到吴淞的军用仓库。督军，咱们人手不够啊，军队不能进城，警察厅的人信不过，侍卫队这点人手不可能同时抄30多座仓库。冯庸脑瓜一转，钟情，你去找冯长河从警察厅仓库调走3000套警服，找3000个机灵点的弟兄换上。老子说这些人是警察，那就是警察。明天一早，你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，你就这样说。督军从来没有打过那么富裕的仗，这批货的价值比咱们预估的还得翻上1倍，有很多洋鬼子的洋货，估摸着是觉得快过年了，想卖个高价，让咱们一锅端了。这批货简直就是零元购，别说半价销售了，就是1折销售都是赚的。上户百姓得到了好处，自然会对我感恩戴德，成为我最忠诚的支持者。去把孔祥飞带来吧。冯庸，你无法无天，你罔顾国法，你和土匪强盗有什么区别？国法，你就别给我扯国法了。你们要是讲国法，能屡次干出刺杀的勾当吗？再扯国法，那些被你们刺杀的督军要是上来和你掰扯2句咋整啊？老子顶多是绑票，你们刺杀都完了多少回了？都他妈一个山上的狐狸，非得比谁更骚是吧？孔祥飞冷哼一声，脑袋一转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我什么时候说要杀你了？我
非但不杀你，还要放了你。待会我就把你送回孔公馆。你会这么好心放我回去？你的主子派了一个姓陈的人来接替你的位置，就在来上户的火车上。估摸着今天傍晚就到了。我调查了一下，那个人比你聪明，我当然得赶紧放你回去。毕竟你这么蠢的对手可不多见。孔祥飞死死地瞪着冯庸。冯庸这话虽说伤害不大，但侮辱性极强啊。钟情，送孔先生回去吧。而另一边的王永江在凌晨5点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。经热心群众举报，黑市有人在大肆兜售物资，试图扰乱上户现有的经济秩序。警察厅得到线索之后，立刻展开行动，以雷霆手段缴获大量黑市物资。为了感谢热心群众的举报，也为了改善市民的生活，所有缴获的物资一律半价在官营超市售卖，售完为止。记者们听完火急火燎地赶回报社，都想着争取在天亮之前就把这个大新闻报道出去。老盛，冯庸那个王八蛋把我仓库的货全抄完了，他妈的是督军还是土匪？冯庸抄你的仓库，你找他去，你找我有什么用？我还能帮你抢回来不成？老盛，你帮我想个办法啊！没有好办法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认倒霉。华界的市场丢了，还有租界的市场，没有洋人的同意，他的官营超市进不来租界，你赚的钱少了，还不至于倒闭。刚得到的消息，就在你仓库被抄之后没多久，冯庸就把孔先生放回来了。接下来他们两方势力就会演变成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。你在华界的市场被占了，正好可以借机躲在租界，远离漩涡中心，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也只能这样了，真他妈倒霉！管家，送客。把梁永胜送走之后，盛会长还不忘叮嘱管家，记住了，如果有人再问起我，就说我病了，病得很重。老盛这个老乌龟缩的是真快啊！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这才是生存之道，我也得躲着点了。你敢信？冯庸第一次和上户地头蛇交锋，就让后者险些卷铺盖走人。孔祥飞啊，孔祥飞，你让我怎么说你好？玩了一辈子鹰，今个却被鹰给啄瞎了眼，一把岁数了，连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都斗不过吗？陈督军，我承认我低估了这个冯庸，我没有想到这个冯庸完全不讲武德。既然他不讲规矩，那咱们也没必要讲规矩了。我已经想到了把他赶出上户的办法，我准备。这个办法倒是可行，不过经过联盟会议商讨，他们已经决定让陈立相取代你的位置，负责上户的事宜。上户的局势被你搞成这样，我也是孤掌难鸣，无法改变联盟会议的决定。你想要继续留在上户，已经不可能了，除非陈立相来的路上死在冯庸的手里。不过我谅你也没有这个本事，你还是收拾收拾，准备交接吧。孔祥飞随即拨通了一个神秘电话，干掉陈立相，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活着出现在上户。成功之后再进行舆论引导，最后把这盆脏水泼到冯庸身上，一定要做的隐蔽，出了任何差错，你知道后果的。孔祥飞随后又把管家叫到跟前，让你查杜月笙和黄金荣的下落，查的怎么样了？老爷，都查清楚了。杜月笙坐着洋鬼子的飞机去了港岛，黄金荣躲在法租界，住在佩斯通路的公寓里。公寓是以百乐门一个舞女的名义买的，很少有人知道，这家伙摆明是在躲咱们呢。不是老子捧他们，他们就是几个小瘪三，好处给他们了。遇到是一个比一个跑得快，派人把黄金荣带来见我。说到这里，孔祥飞想了一下，算了啊，我亲自去。小宝贝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让你打听的消息呢？外面现在是什么情况？那个新督军真不好惹，我听说昨晚警察厅的人把上户的黑市全给抄了，那些老板的货都被督军给缴了。昨个不少老板在百乐门骂娘呢。妈的，冯庸这个小石佬到底想干嘛？整个上户让他搅得一团糟，一起赚钱，一起发财不好吗？这年头，有钱的不如有权的，有权的不如有枪杆子的。我说爷，你还是继续在法租界躲着吧，等局势明朗了。没等舞女把话说完，孔祥飞带人闯了进来。孔先生，黄金荣立马就慌了。孔祥飞朝着手下使了个眼色，手下会意，立刻举枪。黄金荣万念俱灰，闭眼等死。悔不该不听月笙的话，我应该和月笙一起走的。随后就砰砰的一声枪响，滚烫的鲜血溅了黄金荣一脸。我没死，我还活着。黄金荣睁开眼，看到了倒在血泊中的舞女，他明白这是杀鸡儆猴。黄金荣，我找你找的好苦啊！你的风光，你的荣华富贵，都是老子给你的。遇到事情了，你想躲，是不是想得太简单了？你这种小瘪三，老子能捧你起来，也能让你下地狱。你得有用才能活着，你明白吗？孔先生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一定会把事情办得妥当。黄金荣认怂之后，孔先生没有再搭理他，而是示意手下把电话拿过来。紧
接着拨通了一个电话。大哥，你怎么又给我打电话了？我不是说了吗？现在局势紧张，你最好少给我联系。你如果来港岛的话，我立刻安排。我是孔祥飞，我知道你现在住在港岛国王路的郎平酒店里，限你3天之内回上户，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。吓唬老子，真以为老子是吓大的？老板，咱们要不要回上户？此言一出，杜月笙也犹豫了。左右都是一个死，何处是生路啊？老板，我听服务生说，这附近有个林道长，算卦很准，要不咱们找他算上一卦？带路，现在就去。而另一边的孔祥飞正在给黄金荣下达任务，让你们青帮的人上街闹事，闹到什么程度？闹事不是你们这些混帮派的人最擅长的吗？打砸抢，尤其是那个官营超市，全给我砸了，里头的东西往死里抢。孔先生，这么搞可是要蹲大牢的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我会派人收买各个警察署，让他们罢工。到时候哪里有人会抓你们？纵然有人抓你们，又能如何？你们青帮不是号称30万弟子吗？让他抓，我倒要看看监狱装满了之后，他冯庸怎么办？一旦这么干了，就把冯庸得罪死了。万一最后的赢家是冯庸，我岂不是死笑笑？黄金荣犹犹豫豫的不愿答应，下一刻冰冷的枪管顶在了他的后脑勺上。这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，不想干的话，现在就送你上路。黄金荣吓得一个激灵，连连点头应道：干，我干。到了第2天，警察厅厅长冯长河就发现了不对劲。平时200-300号人的警察厅，今天满打满算却只有10几个在岗。人呢？你过来，你是小王科的小王吗？小王不带疤，我叫王长。厅长喊我什么事？警察厅里的人呢？是有集体任务，还是集体迟到了？都不是，他们集体请假了。怎么会都请假了呢？是不是有什么传染病，让卫生科的人来看了吗？报告厅长，卫生科的人也都请假了。不对劲，这里头肯定有事。好在王长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，他的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。报告厅长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？昨天晚上有青帮的人找上卑职，试图用30块大洋让卑职谎称生病，请病假，待在家中，不来警察厅上班。卑职严词拒绝，并且把他们赶出家中。至于这些没来的同僚，应该是收了青帮的好处，所以才没有来。好得很啊！这个时候还能坚持在岗位上，你是好样的，王长是吧？我记住你了。而另一边的冯庸也即将迎接新的暴风雨。督军，你看这个。冯庸拿起报纸，头版头条上全是他的新闻。铁血督军再出手，陈家3少枉死列车，陈家3少死于来沪途中，上户孔成财阀尽地，军阀时代降临，上户王开始谱写属于他的传奇。超前视频已更新。你敢信？冯庸被上户地头蛇栽赃陷害上了热搜，事后不仅不生气，反而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。妈了个巴子的，这个孔祥飞真是什么屎盆子都往老子头上扣啊！督军，这个屎盆子不是你弟人家手里的吗？我故意把陈立相来接替他的消息透露给他，就是在暗示他杀了陈立相，才能保全自己的位置。我也预料到了孔祥飞会把陈立相的死栽赃陷害给我。要是陈家知道自己的嫡系死在了孔家嫡系的手里，就算是盟友，也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接下来该怎么做知道吧？明白，找到这件事的证据，让陈家的人恰到好处的看到。冯庸和李中庭正聊着，冯长河突然火急火燎的赶了过来。督军，出事了，警察厅出大事了，现在整个上户的警务系统都瘫痪了。冯长河把来龙去脉跟冯庸做了详细汇报。青帮动起来了，杜月笙在港岛，不可能是他主使的，那肯定是黄金荣了。我派人把黄金荣干掉，黄金荣一死，青帮群龙无首，必定大乱，到时候也就无暇给咱们添乱了。青帮这次的行动对于咱们来说是福非祸。上户的警务系统名义上掌控在咱们手里，实则鱼龙混杂，各方势力的人都有。刚来的时候我就想清理一番上户的警务系统，方便彻底掌控。他们不犯错，我还找不到理由清理他们呢。警察厅管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值得费这么大的功夫吗？老冯啊，你这个人就是太死板，不懂得变通。咱们的警务系统和别人的警务系统能一样吗？袁大总统允许我在上户养5万兵，他可没说能养多少警员啊。只要咱们有钱养得起，我在上户养个30万警员，不过分吧？养30万警员，那警察厅是不是还得配坦克、军舰啊？要说胆大，还得是督军啊。俺老冯笨是笨了点，但是俺胜在听话。督军，你让俺往东，俺绝不往西；你让俺打狗，俺绝不撵鸡。你现在立刻回警察厅，正式通知下辖个警署，下午6点前，所有警员必须回到自己的岗位，否则全部开除警籍。6点一到，没来的不留情面全部开除，然后立刻开始在上户公开招募警员，填补空缺，不论是谁都可以报名参与。督军，社会上招募的人大多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老百姓，要不就是想要投机取巧的小混混，让他们当了警员，那可就真乱套了。督军说的是，任何人都能报名，报名归报名，录取的权利握在老哥你手里呢。再者说，督军肯定还有后手，让吴淞军营里的弟兄
脱下军装去报名当警员，缺了多少兵员，再从东四省调一批弟兄来，把差额补齐。咱们东四省的小伙子一个个能识字不说，还都吃苦耐劳，人高马大的，被警察厅录取，这很合理吧？如此一来，兵穿上警服就是警员，警员穿上军装就是兵，袁大总统设立的5万驻兵限额也就无效了。妙计，督军，你这计策太妙了！傻的玩意，你才明白过来，快去办吧。冯长河回到警察厅，刚下车就被记者簇拥起来。冯厅长，8、9成的警员集体请病假，是否是对你和冯督军表示不满？冯厅长，大量帮派分子涌上街头，抢夺打砸，警察厅是否还有维持局势稳定的能力？冯厅长，目前官营超市遭遇严重的打砸抢，是否还能继续经营下去？冯厅长，冯督军，姓冯，你也姓冯，你是否依靠裙带关系才有现在的高位？冯厅长，如果华界的情况进一步恶化，你是否有辞职的打算？既然诸位记者朋友都来了，我这个上户警察厅长就趁这个机会表个态，所有警员必须在下午6点前回到自己的岗位，没回来的一律开除警局，绝不留情。警察厅有信心，且有能力稳住华界局势。我在这里警告那些制造骚乱的帮派分子，要看清局势，不要自己往绝路上走。回到办公室之后，冯长河立刻向下辖警署下达正式通知，同时公开招募警员。这2个动作做出来之后，有一小部分警员没扛住压力，主动上缴收到的贿赂，在6点前回到岗位。大部分警员还是存在侥幸心理，没有准时到岗。6点1到，冯长河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公开宣布开除所有没有到岗警员的警籍，并且把那些被开除警籍的警员名字刊登在报纸上。妈了个巴子的，咱们在上户的100家官营超市全被青帮的人砸了。老冯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个警察厅长到底行不行啊？老王，你别说风凉话，整个警务系统就没几个自己人，都他妈成光杆司令了，我能怎么办？冯长河和王永江正在互怼，冯庸和李中庭从外面走了进来。中庭已经把人选好了，今晚就能把开除警员的差额补上。现在整个警察厅都是自己人了，货都囤在吴淞的军用仓库里，官营超市被抢的货也就是1天的量，无伤大雅。青帮敢找咱们的麻烦，就得让他们付出代价。督军，你尽管放心，人员补齐之后，明天一早我立刻带人上街，谁敢闹事，立刻抓进警局，让他牢底坐穿。冯庸一愣，一脸认真的凝视冯长河，也不说话。督军，我说错什么话了吗？牢底坐穿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让这些捣乱的帮派分子坐牢？不让他们坐牢，难道督军要放了他们，拉拢青帮？拉拢青帮？他们还不配被我拉拢。明天一早，你立刻带人上街巡逻，遇到捣乱的帮派分子，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枪毙。发给你们的是枪，不是烧火棍子。按照今天捣乱的规模，他是少说的枪毙几千甚至上万的帮派分子啊！督军，这已经不是手段强硬了，这是真刚啊！老王，你安排一下，连夜把被砸毁的官营超市收拾好，明天一早继续开门营业。我倒要看看这帮青帮弟子怕不怕死。超前视频已更新，你敢信？冯庸上百家官营超市刚被洗劫一空，第2天就正常营业，并不下天罗地网。这下零元购的青帮分子可要遭老罪了。老大，咱们昨天抢的那个官营超市又开门了，我刚刚在门口瞄了一眼，货都不满了。哟，那咱们哥几个再抢他一遍，岂不是发财了？老六，你赶快回家，把你爹那个运煤的牛车赶来拉东西。好嘞，几位爷，你们买，是你们啊！你们昨天不是抢过了吗？今怎么还来啊？哈哈，你们开一次门，老子就抢你们一次。能不能发财就看你们了，老老实实把东西搬到门口，今个就不打你们了。打坏了，明个还怎么帮老子搬东西？明个你们敢开门，老子还来。你怕是活不到明个了。谁他妈的咒老？老子是青帮的，你们署长收了我们青帮的贿赂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多管闲事。今个没看报纸吧？收你们贿赂的署长已经被开除了，老老实实滚出来，别让老子开枪。青帮弟子此时才反应过来，平时带警棍的警员们今天全部清一色配了枪，一出官营超市大门，几个警员立刻冲上，把他们全给铐住。干什么？老子是青帮的，就你们这几个小小的臭巡脚也敢动老子？知道我们青帮的大佬是谁吗？敢动我们，杜老板和黄老板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奉督军命令，凡当街闹事者一律枪毙，绝不留情。这下青帮弟子瞬间吓懵了，就砸了几间店铺，抢了一些东西，打伤几个店员，这就直接枪毙了，是不是太过严厉了一点？小赤佬，你当老子是吓大的啊？老子活了这么久，还没听说抢东西当场枪毙的呢。抢劫罪，大不了就蹲几年牢房。老子打小就喜欢坐牢，回到牢房就像回家一样。进了里面去，个个都是人才，说话又好听。探长依旧没有回答他，只是耳边传来步枪上膛的声音。不是，你们来真的啊？抢劫而已，不至于枪毙吧？
法律呢？你们警员不是讲法律的吗？探长冷哼一声，法律条款的解释权归督军所有，督军的命令就是法律。一阵阵枪响过后，青帮分子全部一命呜呼。赶着牛车过来拉东西的老六，恰巧看到自己10几个兄弟倒在血泊中，他连忙用手沾了沾牛车上的煤灰，全身抹了个遍。你是干什么的？老六愣了片刻，灵机一动回答道：拉煤的，我是拉煤的。你拉一天煤能赚多少钱啊？俺连拉带卸1个月15块大洋，牛只管拉1个月5块大洋。俺吃馒头包子，牛吃草料。也就是说，连人带牛1个月20块大洋喽。金哥，你别拉煤了，跟着我们拉尸。我们刚打死人，你往车上扛，然后把尸体送到警察厅的停尸场去。好，拉尸拉煤都一样，都一样。王老板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三江，你也是咱们青帮的老人了，镇定，凡事要镇定。王老板，真出大事了，咱们上街闹事的弟兄死了，被巡警打死了。不就死几个弟兄吗？给他们发安家费就是了。王老板，死的可多了，难不成还能死10几个不成？陆三江摇了摇头，几10个。陆三江再次摇了摇头，他们难不成还敢杀咱们几百个弟兄不成？冯督军下令了，凡是敢上街闹事的，直接当街枪毙。我来的时候，咱们至少死了3000弟兄呢。闹事就枪毙，他真杀了咱们3000弟兄。千真万确，3000银只多不少，尸体全放在警察厅的停尸场，3000具尸体摆在一起，有兄弟去看了，当场就吓尿了。咱们的弟兄已经没人敢上街闹事了，这个活是真干不了了，给多少钱也没人愿意干。让弟兄们先躲着吧，避避风头。咱们青帮的人再多，也不如人家子弹多啊！太狠了，我黄金荣活了一辈子，也没见过这么狠的人。3000多人，说杀就杀，而且全是正式的青帮弟子。对于青帮来说，可谓是颜面扫地，损失惨重。陆三江前脚刚走，黄金荣就拨通了孔公馆的电话。孔先生，你听说了吧？我们青帮死了3000多弟兄了，尸体就停在警察厅的停尸场上，没人愿意上街闹事了。我知道了，先不动，等我命令。房庸，你可真对得起屠夫这个名字啊！而另一边，号称华界第一杀手的王亚乔，此时正在找船王商量事宜。老王，这个时候你来我这里做什么？现在风头紧，咱们能不见面，尽量别见面。想请老白你当个引荐人，我想见一见冯督军。老王，你见冯督军干嘛？帮派的事，你是正经商人，少掺和。老白，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我不想让你淌这趟浑水，你帮我引荐一下，我承你这个人情。我和冯督军没交情啊！再说我这个时候联系冯督军，要是让孔先生知道了，我是黄泥掉进裤裆里，不是屎也是屎了。白显通本不想帮他引荐，但碍于多年交情的份上，只好勉为其难地说道：“我帮你给冯督军打个电话吧，他愿不愿意见你，我可不敢打包票。”谢了。白显通随即拨通了电话：“我是冯庸，你是哪位？”冯帅，我是白显通，您见过我的，你还记得吗？上户大名鼎鼎的船王，谁人不知？船王找我，所谓何事啊？当不起船王2字，这次找冯帅是为了我一个朋友，我朋友王亚乔就是斧头帮的帮主，想见督军一面，具体什么事情，怕是得面谈才能说得清。不知道冯帅能否赏脸一见？可以，你们一起过来吧，正好我找船王你也有笔大生意要做。冯庸要见我，我不敢不去，可去了又怕被孔祥飞知道。别开你的车出去，让我的人拉黄包车接咱们俩过去。华界每天来往的黄包车数不胜数，没人会在意咱们的。进个华界，少说也有几千人被枪毙，咱们这位新上任的督军太狠了。乱世出英雄，有这么一位新督军，上户才有希望。你们这些资本家早该被收拾了。超前视频已更新，你敢信？冯庸第一次接见华界刺杀王，后者张口就是空手套白狼。在下王亚乔，久闻冯督军大名，客套话就不用说了，直奔主题吧。我们斧头帮愿为冯帅之鹰犬，若能得到冯帅的支持，我们必定能够取青帮而代之。冯庸立马示意李中庭讲2句。斧头帮正式帮众，满打满算3000人，就算加上外围成员，也不到1万人。你们目前的势力范围只涉及码头，上户的码头你们只占了30%，还都是一些青帮看不上的小码头，钱、人、地盘，每一样你们和青帮都是云泥之别，想要取而代之，无疑是痴人说梦。我还真需要在上户的江湖扶持一个代言人。王亚乔毛遂自荐，我确实也想给他个机会。可现在听李中庭这么一说，王亚乔的资格明显不够啊。没有人我可以招，码头工人多的是，没有地盘，招到人之后我可以抢。我没有钱，但是冯帅你有啊，你给我钱，一切就都解决了。冯庸听完都笑了，合着这家伙来自己这里空手套白狼来了。冯帅，给个机会吧，只要你支持我，我王亚乔保证3个月内夺下上户所有码头，1年内夺下青帮1半的地盘。
看得出来，你王亚乔的确是个有能力的人。可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江湖是人情世故。就算你夺了这些地盘，你也站不稳的。你的资历不够，威望不足。斧头帮这么一个野帮，放眼整个上户，没人会服的。冯帅，还请你看样东西。冯庸打开门生帖一看，帖子最上方写着2个大字“洪门”。王亚乔居然拜入洪门黄三爷门下，成为黄三爷的关门弟子，这是有备而来啊！冯庸笑着把门生帖递回，提笔写下一张500万大洋的支票，另外又写了一张出货单。我给你500万大洋，500把毛瑟 C96手枪，200把花机关。王亚乔刚想伸手去拿，冯庸却又战术性撤回。江湖有江湖的规矩，想拿走支票和出货单，得拿东西来换。投名状我懂，冯帅，支票和出货单先寄存在你这里，3天之内一定是我的。王亚乔说完之后，冯庸示意李中庭送客。王亚乔和李中庭一走，会客室内就剩下冯庸和战战兢兢的白显通。白老板，你怕什么？我又不吃人。你吃不吃人我不知道，但是你是真杀人啊，身子虚，经常出汗，老毛病了。白老板，别紧张，我就是想和你做个生意而已。白显通拿起合同一看，立马惊呆了。30万吨的运力，是保底30万吨，可能更多。这单生意怎么看都是高利润、低风险的好生意。我和冯帅又没有交情，这种好生意为何会落到我身上？冯帅，这单生意真给我做。崇明岛上有一个大体已经完工的造船厂，我听说是白老板的产业。别提了，那个造船厂荒废好几年了，我被丑国的洋鬼子忽悠了，投资了3000万大洋，船坞都建好了，就差设备就能造船。结果这帮洋鬼子的设备不卖了，我从别国买设备，他们还不同意，白瞎我3000万大洋。白老板，既然那个造船厂你要了没用，折价1000万卖给我怎么样？冯帅，不是我不舍得，主要是这个造船厂我只占了70%的股份，剩下的30%的股份由丑国的史密斯洋行持有。我既然要这个船厂，自然都打听清楚了。你的股份给我，史密斯洋行的股份我来搞定。我的股份白送给冯帅，从上户到东四省的货运生意，能不能只给我一个人做？你的货运公司只有26艘轮船，总吨位46820吨。从上户到东四省的贸易做起来之后，每年30万吨的运力只是预估，兴许会翻上几倍，也说不准。这么大一块蛋糕，你一家怕是吃不下。没有金刚钻，不揽瓷器活。运力的事情我能解决，或者冯帅给我一个承诺，在我运力允许的情况下，优先把上户到东四省的生意给我做。冯庸点了点头，成交。两人签订合约之后，白显通也起身告辞。咱们秘密购买的设备都运到崇明岛了吗？都在仓库里放着呢。搞定船厂的事情之后，随时可以安装调试。中庭，帮我约史密斯洋行的经理，我要尽快和他面谈。事情谈妥了，冯督军答应先给我们500万大洋，500把盒子炮，200支花机关。有了这些钱和枪，咱们就再也不用受其他帮派欺负了。咱们斧头帮发达了。大哥，你别光说，把钱和枪拿出来，给兄弟们见识见识。大哥，别藏着掖着了，把真家伙拿出来吧。你们都是混江湖的，不知道江湖规矩吗？想要拿到这些东西，咱们得先交投名状。郑云斟酌片刻之后提议道：“要不咱们杀几个青帮长老当投名状？青帮长老不掌实权，只是威望高而已，杀几个老头子有什么意思？要我说，干脆干掉黄金荣当投名状得了。”自从杜月笙跑了之后，黄金荣就一直躲在法租界的皇宫馆里不出来。想杀他有点难办，难办并非办不成。咱们的投名状分量越重，冯督军就越能瞧得起咱们。就拿黄金荣的脑袋当投名状，我答应了冯督军，3天之内交上投名状。张华，我给你1天时间，把皇宫馆上上下下的情报给我打探清楚。老大，法租界那个地方你是知道的，没钱寸步难行啊，在那打探消息得用大洋开路。包里还有多少钱？满打满算不到3万大洋，都给张华，让他去打探消息。奶奶个腿的，杀不了黄金荣，纳不了投名状，咱们斧头帮干脆解散得了。大哥，都打听清楚了。超前视频已更新，你敢信？王亚乔为了能投靠冯庸，居然要拿黄金荣的脑袋当投名状。大哥，我都观察了，在皇宫馆的四周有几处暗哨，就是我画圈的位置。皇宫馆顶层的阁楼架着一挺重机枪，射程覆盖整个皇宫馆。整个皇宫馆的保卫人员不少于30人，人人配短枪，其余火力不明。以咱们斧头帮的火力，想要强攻出去，绝无可能。这么说，只要黄金荣不出皇宫馆，咱们就没有机会动手了。不能力敌，可以智取。最近黄金荣每天都会派司机去百乐门，挑选当红的舞女去皇宫馆陪他。我回来的时候观察了，车进入皇宫馆的时候没有被检查，后备箱里最多能藏2个人。从帮里选2个好手，趁着司机接人的时候，悄悄躲进后备箱，混进皇宫馆。动手的时候只能用刀，要是枪一响，可就有去无回了。阿力，帮你身手最好，你跟我一起去。大哥，我去可以，你去不行。
你是帮主，怎么能亲自去啊？大哥，你是帮主，怎能以身犯险？黄公馆那是虎口，极有可能有去无回。大哥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。这次的行动不成功便成仁，要是失败了，咱们斧头帮就此解散，哪里还有什么帮主？阿力这小子是个没脑子的莽夫，我亲自带他去才能放心的下。好了，不要再争了，就这么定了。众人拗不过王亚乔，也只好同意。那大哥你去，我们带人在皇宫馆外接应。帮里长枪短枪加在一起就30支，就带30个弟兄吧，把所有枪和子弹都带上。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难题了，天黑之后没有通行证是无法进出法租界的。得手之后，咱们只能天亮再走。万一离开前黄金荣的死讯被发现了，法租界巡捕房一定会封锁各处道路，咱们就走不掉了。咱们这么多人，没有法租界的合法身份，在法租界是无处可藏的。得手之后立刻就得走，不能拖到天亮，夜长梦多，拖到天亮变数太大了。一番思量之后，王亚乔随后说道：环绕法租界里面有条内河，到手之后只能硬着头皮游过去，也只能这样了。我去挑人，尽量挑水性好的兄弟。而此时的法租界百乐门，舞女们刚表演完，准备卸妆，也不知道今天黄老板会要谁。佳丽，你是新来的，没准黄老板会选你呢。我才不去呢，我赚够了钱，回乡建栋房子，买几亩地，还要和阿哥成亲呢。切，你不去我去，黄老板选我就好了。听说陪黄老板一晚能得一根小黄鱼呢。陪谁玩不是玩，别人哪里有黄老板这么大方？就是不趁着年轻多用这副皮囊换点钱，人老珠黄之后，别说一根小黄鱼，就是一块大洋也没人给了。众舞女七嘴八舌的说着。百乐门的经理走进后台，秦佳丽，今个你去陪黄老板。我不去，我是来跳舞的，不是来卖身的，我不陪客人玩耍。经理上前就是一个巴掌，打得秦佳丽一阵头晕目眩。来百乐门跳舞的，哪个不陪客人玩耍？在老子面前装什么贞洁烈妇呢？黄老板是什么人你也知道，惹恼了黄老板，别说赚钱，小命都保不住。还有你那个什么阿哥也得一起死。我卸了妆就去。不用卸妆了，黄老板要你今天的装扮。经理说完之后，示意2个保镖把秦佳丽送到车上去。黄金荣的车刚停在百乐门的后面，一辆货车突然开了过去，在距离他5、6米的位置抛锚了。一个男人给黄金荣的司机递了根烟。兄弟，车抛锚了，能帮忙推下车吗？老子是黄老板的司机，什么身份？能给你们推车吗？快点，耽误了送货，那些洋人又要打人了。兄弟，帮个忙，车里是洋人的货，不敢耽误。这样，你帮我们推下车，我给你一块大洋，怎么样？看在钱的份上，司机立马换了一副嘴脸。你先把钱给我。拿了钱之后，司机下车前去帮忙。就在他帮忙推车的功夫，2个人影从暗处钻进后备箱里。司机回来之后，恰巧百乐门的保镖将秦佳丽送上车，司机一脚油门带人回皇宫馆。金哥这娘们可真嫩啊，一点风尘气都没有。新来的，第3天上班，没准还是个纯儿。皇宫馆门口保镖的注意力全被车里的漂亮女人吸引，根本就没想到检查车辆。黄老板的女人，你们也敢打去？万一在黄老板耳边吹吹枕边风，你们一个个吃不了兜着走。保镖们吓得一个机灵，赶忙开门放行。皇宫馆300米外的街道上，一处茶水铺子，郑云花了200大洋，付了1年房租，把原本老板打发走了。现在他们30来号人就藏在这里，随时准备接应。车准备好了，在后院，大家换上衣裳，一旦听到枪响，立刻过去接应。怎么这么臭？俺脚丫子痒痒，把鞋子蹬掉，挠了挠。很快到了午夜12点，岗上换岗的时间。王亚乔和于丽趁乱绕到了别墅后面，抬头看向眼前的3层别墅。1楼是客餐厅，2楼是书房、客房。黄金荣的卧室在3楼，保镖和佣人的活动区域在1楼和2楼。在晚上，尤其是黄金荣和女人打扑克、倒台球的时候，没有人敢擅自上3楼。2人沿着排水管道小心翼翼地爬上3楼。你守在楼梯口，有人上来，第一时间通知我，我去解决他。大哥，你一个人行吗？黄金荣一个老头子，老子弄死他8个来回，还带拐弯的。随后于丽留在楼梯口望风，王亚乔则悄悄地推开房门进入卧室。一进卧室就听到震耳欲聋的呼噜声。黄金荣睡得很香。超前视频已更新，你敢信？王亚乔为了能投靠冯庸，竟要亲自取了黄金荣的手机。他握住黄金荣的口鼻，刺刀捅向黄金荣的胸口，连捅3下之后，睡梦中的黄金荣吃痛，开始剧烈挣扎。亚乔哥，怎么是你？小丽，你不在咱老家，怎么跑这来了？我在百乐门跳舞，想多赚些钱，早点和阿发哥回家成亲，没想到被这糟老头子盯上了。
我要是不从他，他就杀了阿发哥，他把我糟蹋了。经常搞刺杀的兄弟都知道，越胖的人坦度越高。此时的黄金荣还没死透，他爆发出强烈的求生欲望，他强忍疼痛，伸手朝着枕头下的枪摸去。枪，亚乔哥，他有枪！秦佳丽立刻扑了上去，想要把枪夺过来。黄金荣深知枪就是自己最后的救命稻草，他死死地攥着不松手。秦佳丽力气小，根本夺不过来。王亚乔一只手按住黄金荣，一只手捂着他的嘴，腾不出手来处理。刀捅他，捅他！此时卧室没有开灯，秦佳丽看了半天也没找到掉在地上的匕首，无奈之下，秦佳丽这小丫头也发狠，举起床头柜的台灯，朝着黄金荣的脑袋重重的砸去。台灯被砸得稀巴烂，黄金荣的脑袋也被砸得稀巴烂。台灯摔碎的声音惊动了2楼的保镖，楼梯口望风的余力连忙跑到卧室，上来2个人，要不干掉他们？我来打发他们。楼梯口响起脚步声的同时，秦佳丽十分夸张地喊了起来：“黄老板，你好厉害！黄老板！”2个保镖站在楼梯口，也不敢往前了。黄老板真是宝刀不老啊！每天虎鞭酒喝着，慕容茶泡着，换你也能宝刀不老。2人聊着天正要走，前者突然想到什么，等等，我怎么闻着有股子血腥味？金哥的舞女是新来的，就在百乐门上了3天班，估摸着还是个原装货，捡西瓜汁不是很正常吗？难怪黄老板这么来劲，可不敢打搅他的兴致。保镖走了之后，王亚乔第一时间割下黄金荣的脑袋，找了件衣服包起来。小丽，你必须跟我们一起走，不然留下来也是死路一条。亚乔哥，我就不拖累你们了，我被糟蹋了，我不干净了，死了算了。我这些年攒的钱藏在出租屋的床板下面，你拿了给阿发哥，让他回村里娶一个好姑娘。王亚乔一把抓住了秦佳丽的手。小丽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怎么能怪你呢？要怪就怪黄金荣这个混蛋。亚乔哥，我真不想当累赘，我不想拖累你们，带着我，你们走不掉的。小丽，你可不是累赘，没有你的话，我们想出去还真没那么容易。王亚乔在秦佳丽耳边一阵低语：“小丽，咱们回去之后，今天的事情，亚乔哥帮你保密。”我也保密，你力哥的嘴比裤腰带还紧，不能瞒着阿发哥。如果阿发哥知道了，不要我了，那也许这就是我的命吧。 3人从里头锁好卧室门之后，从后窗爬了出去，来到黄金荣的车前。王亚乔和于丽把枪上膛，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。小丽，待会要是听到枪响，立刻趴下。准备妥当之后，王亚乔开着车，大摇大摆地朝着黄公馆的大门驶去。快开门！刚刚百乐门来电话了，秦小姐的母亲病危，黄老板让我们送她去医院。你们2个有些面生啊，我怎么感觉没见过你们？刘哥家里有事，请假几天，黄老板调我们来替他几天。眼看问久了，马上就要露馅，秦佳丽果断下了车，直接奖励了保镖一个大嘴，掏出黄金荣的镀金手枪。这把枪认识吗？这是黄老板送我的，黄老板很喜欢我，以后我会经常来这里，成为这里的女主人也不是不可能。快开门，耽误了我去医院，让你们小命不保。保镖们瞬间慌了，开门，快开门！秦小姐，你见谅，我也是按规矩办事。秦佳丽刚上车，就听到后面传来一个声音：谁他妈把黄老板的车开走了？黄老板的车？刘哥，你不是请假了吗？我请个鬼的假！黄老板车上是谁？快趴下！下一秒，一脚油门重重踹了下去，就差没把油门踩进油箱里了。拦住他们，他们有问题。保镖们对着车不断开枪，仍旧没有将其拦下。枪响了，外面的岗哨会设法拦住他们。你们快去支援，我去看看黄老板。黄公馆里冲出30多个保镖，朝着车辆驶离的方向追了过去。黄老板死了，脑袋被他们带走了。黄老板死了。王亚乔刚刚开车进入街道，轮胎就被打爆了，汽车摇摇晃晃地钻进街景，他们只能躲在车后勉强自保。王亚乔和于丽只有2把手枪，被压得抬不起头。就在黄公馆枪响的同时，张华他们穿着假巡捕衣服立刻赶来支援。怎么回事？大半夜的开什么枪？我们是黄老板的。张华等人还没让人把话说完，对面瞬间就一命呜呼。王亚乔他们3人连忙朝着这边跑过来。大哥，快上车！众人捡起地上的枪，爬上巡捕的车，快速驶离。黄公馆支援的人赶到，只看到倒在血泊中的自己人尸体，以及2道深深的轮胎印。妈的，他们有人接应！随后，黄金荣的管家给黄金荣的大弟子，同时身兼青帮堂主，又是法租界巡捕房探长的鲁英打去了电话。英子出事了，黄老板死了，被人割掉了脑袋。什么？现在是晚上，法租界和华界的关口是关闭的，他们出不去。你们先收着，我立刻带巡捕房的人过去。这里有轮胎印，来这边收。巡捕房的人追来了，快过河！众弟兄纷纷下水，朝着河对岸游了过去。而秦佳丽却趁着众人下水的功夫，突然跑回了车里。等王亚乔发现的时候，他已经发动了汽车，
超前视频已更新。你敢信？王亚乔正拎着黄金荣手机疯狂逃命，同乡小丽却突然转头吸引火力。亚乔哥，我不会水，你们快走，我引开他们。随后开车往反方向疾驰而去。他们在那里，快追，拦住那辆车！小丽，小丽，大哥，你现在冲过去就是送死。他们抓了小丽，一定会审问他的同党，我们得抓紧时间过了河去求冯督军，也许冯督军有办法救小丽。此话一出，王亚乔总算冷静下来，随后朝着华界的方向拼命游去。大哥，少了3个弟兄，天太黑了，没看到他们3个。于丽，你带帮里的弟兄在沿河找一找，看看能不能找到。张华，天一亮，你立刻想办法到法租界打探一下消息，看看是不是被暗流冲回了法租界那边。人还活着的话，无论如何必须救回来。好，天亮我就去打听。你们2个跟我去见冯督军。而此时的冯庸睡得正香，突然被一阵敲门声吵醒。什么事？督军，王亚乔要见你，看样子是有急事，让他们在会客厅等着，我马上过去。哟呵，哥几个这是什么造型？大半夜去河里洗澡了？督军就别开我们玩笑了，我们哥几个刚刚从法租界游回华界，说是9死1生，一点也不为过。督军，这就是我们的投名状。干得漂亮，老子没看错你们。冯庸把之前承诺的支票和订单拿了出来。3个月内，我要你控制上户所有的码头，越快越好。再给我500万大洋，1000把盒子炮，1个月之后，我控制上户所有码头。冯庸提笔又写了一张500万的支票和一张提货单。中无戏言。谈完这一切之后，王亚乔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冯庸面前。督军，我想求您帮我捞一个人。他把来龙去脉全部告诉冯庸，随后郑云、孙七也齐齐跪倒在地，哀求冯庸救秦佳丽一命。这娘们有种，我冯庸就欣赏有种的人。冯庸随后拨通了法租界总董的电话。海伦总董，我是冯庸。冯督军，你大晚上找我什么事情？捞个人，今晚刺杀黄金荣的刺客，你们抓到了一个对吧？把这个人给我。是你让人干的？整个法租界乱成了一锅粥，你们的派系之争，我们不想掺和。你为什么要在法租界杀人？你这是在打我的脸，在打公董局的脸。海伦总董，别生气啊，不就打了你的脸，打了法租界公董局的脸吗？我们龙国有句古话，叫做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，我给你个甜枣吃就是了。童督军，你这是在侮辱我啊！我是绝对不可能放人的，我要枪毙了那个刺客。我要打通上户和东四省的贸易，东四省有接近3000万人口，这是一笔多大的买卖？想必海伦总董应该明白吧？我有市场，你们洋人有货，难道法租界不想插一腿？你要这样说的话，放人没问题，哪有什么刺客？依我看都是误会。我是很乐意和冯督军交朋友的。海伦总董，改天我请你吃饭，咱们详谈这件事。谁去恭候冯督军的大驾？巡捕房的手段不干净，麻烦海总董给巡捕房打个电话，让我朋友少受些折腾。好说，我立刻通知巡捕房放人。冯督军随时可以去巡捕房接人。还跪着干嘛？起来吧，赶快去巡捕房接人。督军，以后我王亚乔的命就是你的了。而此时的法租界巡捕房，秦佳丽正在被严刑拷打。说不说？快供出你的同伙！秦佳丽却始终紧咬牙关，一言不发。大哥，这娘们嘴忒硬了，铁刺鞭、老虎凳、辣椒水，能用的手段都用了，她什么也不说。鲁英盯着秦佳丽看了半晌，那就上电影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巡捕匆匆忙忙的跑了进来。大哥，刚刚雷尔总监打来电话了，说是要放了这个娘们，不许再用刑了。雷尔总监和海伦总董在来的路上。这娘们是刺杀我师傅的凶手，怎么能放人呢？就这么把人放了，我师傅不是白死了？我师傅这些年帮他们干了多少脏活累活，这帮混蛋洋鬼子！大哥，别说了，这些话要是传到雷尔总监耳朵里，少不了给你穿小鞋。既然报不了仇，那就只能泄愤了。鲁英冲到被打得奄奄一息的秦佳丽面前，躺在破旧的审讯桌上。秦佳丽已经无力反抗，她的眼角流下一滴眼泪。3分钟后，鲁英朝着外面喊道：“都给老子进来排队！”10几个法租界巡捕在审讯室外排起了长队。都说冯督军是英雄出少年，今日一见，果然非同凡响啊！海伦总董居然亲自来了，果然够朋友。咱们还是进去看看我那位朋友如何了吧。冯督军放心，您朋友绝对不会有事。来机检，我就打过电话了，他们不敢乱来的。紧接着，一行人往巡捕房里走。雷尔总监不能就这么放人啊！那个女人是杀我师傅的凶手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能问出她的同伙。不用审了，是我让他干的。鲁英循着声音看去，看到刚刚迈入巡捕房的冯庸，吓得当场呆愣在原地。海伦总董大笑2声，缓解尴尬。冯督军的朋友怎么可能是刺客？肯定是巡捕房误抓了人，刺客利诱他人。我师傅的脑袋被割了下来，冯督军，人你杀了就杀了，好歹得把脑袋还给我，给我师傅留个全尸吧。雷尔总监突然一个大耳光子就抽了上来。海伦总董的话你听不明白吗？这件事和冯督军没有关系，是你们抓住了人，立刻放人。你要是不想干了，立刻脱衣服滚蛋。人在审讯室，我立刻把人带过来。随后王亚乔兄弟几人
直奔审讯室而去。冯督军这边请。而鲁英却怕秦佳丽被侮辱的事情败露，开了一辆车迅速逃离。超前视频已更新，你敢信？冯庸带着王亚乔去巡捕房捞人，却发现后者正在被一群巡捕排队。怒火中烧的王亚乔等人当场暴走，几个巡捕瞬间被打倒在地，其余巡捕举枪对着王亚乔等人。把枪给我放下，混蛋！谁让你们举枪的？看着被折磨得惨不忍睹的秦佳丽，冯庸一枪崩了一个作恶的巡捕。两位真是太给我面子了，这就是你们信誓旦旦保证的不会出事。看来那笔生意你们法租界并不感兴趣啊！谁让你们这么干的？巡捕吓得当场跪地求饶。鲁探长，是鲁探长让我们排队，还让我们碗里的每一粒米都要吃干净，不要浪费。鲁英呢？让他滚过来见我。雷尔中监，刚刚你们进来的时候，鲁探长开车跑了。听到这话，雷尔总监的脸色瞬间黑了下来，抓不到鲁英，就只能拿他的手下撒气了。雷尔总监一枪把这个巡捕爆头。来人，把他们全部缴械。下一秒，负责镇压骚乱的安南巡捕冲了进来，把鲁英这支小队所有巡捕全部按倒在地上。不听话的狗是没有存在必要的，立刻下发通缉令。鲁英和刺客勾结，杀害了他师傅黄金荣。鲁英小队其余巡捕在今夜追捕刺客的过程中，和刺客展开激烈交火，全军覆没。雷儿，给他们发征文抚恤金。领导报告，我可以瞧子，房督军在接到你的电话之后，我第一时间就打电话通知巡捕房放人了。这个鲁英是黄金荣的徒弟，他做这一切就是为他师傅报仇。你看我这么处理，你可满意？海伦总董，雷尔总监，你们两个果然够朋友。生意的事情改天咱们详谈。鲁英跑了，法租界巡捕房少了一位荣国探长，不知道冯督军可有合适的人选？法租界是整个上府最富裕的地界，地位举足轻重，只要攥住巡捕房探长的位置，往后我的人办事就能畅通无阻。可这龙国探长位置我根本瞧不上眼，但这对王亚乔这种江湖草莽来说却是千金不换的香饽饽。亚乔，你举荐个人吧。我兄弟张华整日在法租界混迹，对于法租界的三教九流十分了解，他倒是十分适合当这个探长，还不赶快谢谢冯督军？谢冯督军，谢海伦总董，谢雷尔总监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巡捕房的探长了，好好干，有冯督军给你们撑腰，以后前途无量。随后，冯庸示意王亚乔把秦佳丽扶出去。秦佳丽站起来之后，不断的挣扎，恶狠狠地盯着那些对他施暴的巡捕。冯庸明白他的意思，这些人就地枪决吧。冯督军的话没听到吗？就地枪决。随后就听到一阵悦耳的枪响，施暴的巡捕全部倒在血泊中。慈广医院的病房内，医生正在给秦佳丽治疗，冯庸等人在病房外等候。督军，今天中午约了史密斯洋行的经理。督军，时间不早了，折腾了一晚上，您应该也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。这里有我们哥几个够了，以您的身份能这么帮我们，亚乔感激涕零。你是个人才，我最爱惜人才，不用言谢，以后好好办事就是。亚乔，鲁英跑了，未必不是一个机会。华街警察厅在通缉他，法租界巡捕房也在通缉他，他现在是过街老鼠，无处躲藏。码头人员流动大，鱼龙混杂，很适合藏人，你觉得呢？多谢督军提点，亚乔明白，你等我好消息。冯庸正准备离开，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迎面跑过来。好一个练武的胚子，可惜岁数太大，耽误了。这人是个练家子吗？看他的步伐，应该是没练过武。不过看他的骨架、体型，绝对是天生神力。这样的人，要是放在古代，拜个好师傅，就是吕布、项羽般的猛将。2米高的壮汉随后跑到了王亚乔的面前。亚乔哥，小丽怎么了？哎，阿发，我本来是想瞒着你的，小丽一定要我告诉你。在得知秦佳丽先被黄金荣糟蹋，又被10几个巡捕轮流糟蹋之后，就连这样的硬汉也忍不住泪如雨下。阿发，你可不能嫌弃小丽，你要是嫌弃小丽，我绝饶不了你。亚乔哥，你把阿发当成什么人了？俺绝不会嫌弃小丽的，等他伤好了，俺就和他成亲。阿发，愣着干嘛？还不快谢谢督军！阿发3步并2步来到冯庸面前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督军，往后你有用得着阿发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阿发眼皮都不眨一下。小丽是个好姑娘，既然不嫌弃她，就好好过日子。你们2个把日子过好，比什么都强。冯庸带着李中庭离开医院，刚走到楼下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楼上传来护士的喊声：“别跳，快救人！来人啊！”只见秦佳丽站在4楼楼顶，感觉随时都要跳下去。中庭，快救人！下一秒，秦佳丽毫不犹豫地跳了下来。李中庭速度极快，一个箭步冲了过去，稳稳地接住了她。姑娘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何必想不开呢？寻死只能够伤害那些在乎你、心疼你的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王亚乔、阿发等人跑了过来。小丽，你不要丢下我，我不嫌弃你。等你伤好了，咱们就成亲。咱们说好了，要一起生好些大胖小子的。阿发哥，我嫌弃我自己，我嫌弃我脏。阿发哥，你力气大，人也能干，你可以找到干净的、更好的。小丽，我谁也不要，我只要你。你要是死了，我也绝不独活，我陪你一起，咱们到九泉之下做一对鬼夫妻。阿发哥，你这何苦呢？这个大个子骨骼惊奇，天赋异禀，是天生的武学奇才。这个女人性格坚毅，也是个好苗子。山河调查局的成营组正在训练，
要不把他们两个送流言王那里去？李中庭示意王亚乔等人暂时回避。我可以给你们两个一个改头换面、重获新生的机会。程英祖是我担任上护督军之后，让流言王训练的一批情报人员。为期3个月的特训结束之后，这批情报人员会进入上护，成立山河调查局、上护分局。不知道你二人可愿加入？阿发和秦佳丽听完对视一眼，齐齐点头。我愿意。从今往后，活在黑暗里已经是我最好的归宿了。小丽愿意，俺也愿意，俺一定好好训练，往后杀光那些恶人。明天派人把他们送到流言王那里，告诉流言王，是我特批他们2人加入程英组的。超前视频已更新，你敢信？冯庸第一次和史密斯洋行经理见面，就豪掷30根小黄鱼给对方。冯督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初次见面没什么好送的，都家乡的一些土特产。史密斯经理，你可一定要收下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冯督军，你有什么要求？尽管提，我能办到的，一定办。我想和你们史密斯家族做一笔每年不少于10亿大洋的大生意。每年10亿大洋的生意？冯督军，你不是在和我开玩笑吧？这是2个炼钢厂的建造计划书，合计造价在3亿大洋左右。一个建在崇明岛上，另外一个则是建在滨江市的郊外。这2个炼钢厂需要的设备，我准备全部从你们白头英国进口。炼钢厂建好之后，需要的铁矿石、燃料等等，也一并从你们白头英国进口。单是这笔生意，每年就不下5亿大洋。除了钢铁产业之外，在其他产业，我们一样可以紧密合作。史密斯经理，你难道在怀疑我的实力？我可不仅是上护督军，我还是东四省的继承人。论实际掌控的地盘，绝对仅次于大总统。冯督军，我绝对没有怀疑你的实力，我就是太震惊了。如果我真能促成这笔每年10亿大洋的生意，我在家族的地位一定能够大大的提升。冯督军，我一定用最合适的价格促成这单生意。具体合作细节上的事情，你找我的财政厅长王永江聊。王永江人老实，话不多，你们要是聊好了，没准每年的交易金额还不止10亿大洋。我请示了家族，得到家族的授权之后，一定第一时间去找王厅长。督军，别的督军都首选汉斯国、白熊国的货，其次也是要岛国日不落帝国的货，你怎么偏偏要高卢国和白头英国的货？因为其他的军阀都是鼠目寸光的玩意，枪炮、子弹、炮弹为什么全部要买现成的？一旦真触及到这些洋人的利益，人家不卖给你子弹炮弹，你买的枪炮就全成了烧火棍子，想不被卡脖子就只能自己造。汉斯国、白熊国的货的确很好，但是他们只会卖给咱们成品，不会卖给咱们生产线和设备的。能卖给咱们生产线和设备的，只有高卢国和白头英国。总督，法租界的2个冤大头来了！你这小子怎么能这么说咱们优质的合作伙伴呢？等会好好跟我配合演一出戏，千万别搞砸了。海伦总董、雷尔总监，咱们是好朋友、好兄弟。我准备给你们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订单，我要向你们采购10艘无畏级战列舰、300架纽波特级战斗机、500辆雷诺坦克。海伦总董和雷尔总监顿时吓懵了。这些武器装备倒是都可以卖，但是没这么多啊。我们最多能卖给你2艘无畏级战列舰、30架纽波特战斗机、50辆雷诺坦克。军队讲究的就是装备统一，才能方便补给，才能打胜仗。我要是东边买一批武器，西边买一批武器，那我的军队不就成了万国造了吗？如此一来，军队还能有什么战斗力？2位好兄弟，还请你们见谅。既然你们提供不了这么多的武器装备，这笔军备订单就不能给你们了。我们能够理解，这不怪总督军，主要是这场大战导致我国青壮死伤惨重，缺少劳动力，工厂的产量实在不足。军备订单虽然你们吃不下，但是我这里还有一笔民生订单，我要300套织布机、300套纺织机、100套印刷机。这个不用，这个可以有，这个真没有。不瞒冯督军，战争的时候，很多民用轻工业都转型军工了。现在民生类轻工业的产出，我们高卢国自己都不够用，实在没有多余的出口。你们这也不够，那也没有，这让我怎么给你们做生意啊？要不你们自己说说，你们有什么能卖给我的？粮食，冯督军要吗？我们高卢国在海外的殖民地盛产粮食，价格低廉。雷尔总监有所不知，我们东四省拥有整个龙国最肥沃的黑土地，我们什么都缺，唯独不缺少粮食。一时间，双方都是面露难色。冯庸见时机成熟，开始给2人下套。对了，我需要大量的钢铁，这玩意你们高卢国有吗？不瞒冯督军说，我们高卢国7成的钢厂都被打成了废墟，剩下的钢厂也因为缺少工人，产量不足。督军，别说他们没有，就是他们有，咱们也不能把这笔订单给他们啊。这笔订单，你不是和人家白头英国的史密斯洋行经理谈妥了吗？他们白头英国现在产能过剩，要把那些落后工厂的生产线拆下来，当成废铁卖给咱们。你可是堂堂的上护督军，怎么能言而无信呢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海伦总董、雷尔总监可是我的挚爱亲朋，他们来都来了，有生意我不得照顾他们吗？
言而无信怎么了？为了我这2位兄弟，我冯庸就愿意当这个言而无信的小人。冯庸随后掏出一张假合同，当场撕掉。合同我撕了，告诉史密斯经理，违约金老子加倍赔给他们。2位好兄弟，你们高卢国应该有废旧钢铁吧？我们高卢国有大量的废弃工厂，也可以拆了当成废旧钢铁卖给你们。你们高卢国应该还有大量损毁、没有修理的坦克、装甲车、飞机、军舰之类的吧？干脆这些坏了的武器装备也一起当成废钢铁卖给我吧，放在那里生锈了，当成废钢铁都没人要。我和上面商量一下，应该问题不大。拆卸的时候尽量拆完整一些，一条生产线打包在一起。如果能够附带图纸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只要2位能够按照我说的办，价格上我加1成，这1成不写在合同里，打到2位的私人账户上。海伦总董和雷尔总监顿时眼前一亮，这多出的1成足以让他们2个赚得盆满钵满。没问题，就按冯东军说的办。海伦总董和雷尔总监随后满意的离开。督军，咱们这么坑人家，这样好吗？做生意，你情我愿的事情怎么能叫坑呢？你没看他们走的时候都美滋滋的吗？高卢国的军工生产线以及废旧武器一到，稍微收拾，用不了几年，我就能够拥有一支强大的海陆空军队。海军基地放在崇明岛，陆军基地放在滨江市，那么空军基地放在什么地方呢？我能看中的空军基地都在其他军阀的地盘上。冯庸思索了片刻，那就先把空军基地放在热河吧。超前视频已更新，你敢信一个青帮小头目竟敢得罪上副督军，就连青帮大总管都气得血压飙升。3位大佬死了2位，杜老板躲在港岛不敢回来，你怎么还敢招惹冯庸？鲁英啊鲁英，事情都让你做绝了，你让青帮怎么保你？大总管，不是我把事情做绝了，是他冯庸把事情做绝了。他当众砸了张老板不说，还派杀手杀了我师傅，割了我师傅的脑袋，我不就让人弄了一个女杀手吗？他是督军大帅，你是个什么玩意？人家几万大军就在吴淞屯着，几艘军舰停在崇明岛的港口，炮管子对着上户，你配合他叫板吗？现在租界的巡捕房在通缉你，华界的警察厅也在通缉你，斧头帮的人在到处找你，就因为你，咱们青帮到目前为止丢了10几座码头了，黑白2道都在找你，你他妈的成过街老鼠了，狂啊！你接着狂啊！被巡捕房抓到，你还能吃颗枪子留个全尸？要是被斧头帮的人抓到，他们能把你砍成臊子。鲁英听完瞬间慌了，老万，这么多年我可替帮里办了不少事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现在遇到事了，帮里总不能不管我吧？万莫林拿出10根金条，这些盘缠你先拿着，咱们青帮和觊觎镇守使的曹英将军有些交情，我帮你在他那里买了个团长的官。王副官今天来太谷洋行提货，晚上从广慈码头发船回京城，我和王副官说好了，今晚带你一起回去，正好走马上任。这年头什么硬都赶不上，枪杆子硬，有用钱的地方尽管说话，到了京城好好运作，兴许能够混个旅长当当。老万，咱们青帮就属你最讲义气，别人都把我当成臭狗屎，唯恐避之不及，就你还愿意帮我，兴许哪一天我也发达了，当了督军大帅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。你可别吹牛逼了，还督军大帅呢，就你这本事，要不是我帮你买了个团长，你当个排长都费劲。行了，别吹牛逼了，收拾好东西，老实待着，我晚上派人来接你。而此时的斧头帮总部高层们正在开会，咱们这些天从青帮手里夺了10几座码头，到目前为止，他们斧头帮掌握的码头数量已经超过30座，上户1/3的码头都在咱们手里，1个月内掌握上户所有码头不成问题。咱们斧头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，以前小帮小派的时候没名字也就算了，现在咱们是上户仅次于青帮的大帮派，没个正式的名字，说出去让人笑话。大家集思广益，先想个对外的帮派名称来。要我说，就叫霸天帮。霸天帮不如炸天帮好听，要不叫震天帮吧。灭天帮好听。老天爷怎么得罪你们了？就这么和老天爷过不去？斧头帮学霸账房先生孙琦站了出来。老大，依我看，这帮派名字不能咱们起，得让冯督军起。一来让冯督军起名，这是对督军的尊重；二来咱们这个帮派名可是督军赐，说出去谁不高看咱们3分？没错，大哥，你去找冯督军求个名字。对，咱们没文化，冯督军有文化，就让冯督军帮咱们起个名字。就在此时，张华的巡捕房小弟出现在会议室门口。张华走出会议室，巡捕在他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，张华听得连连点头，随后回到会议室。大哥，找到鲁英那个杂碎的消息了，他刚刚到广慈码头，上了一艘金城商号的货船，装完货之后，这艘货船就会前往金城。大哥，咱们赶快去，可不能让这个混蛋跑了。让兄弟们把督军给咱们的家伙都带上，今天不只要杀鲁英，还得顺带夺了青帮最大的地盘广慈码头。而此时的广慈码头，鲁英坐在车上顿感不妙。妈的，我这心里怎么慌慌的啊？总感觉要出事。营业，你拜金长，广慈码头是咱们的地盘，船就在前头，上了船就安全了。把我的箱子拿来。
小弟把箱子打开之后，鲁英从里头拿出一个金属软甲穿上。营业，这什么年代了，你怎么还穿这玩意？我们老鲁家的祖宗是北宋时期的名将，这软甲是祖传的。穿上这玩意，老祖宗在天有灵，肯定会保佑我，关键时刻能保命。来到停船的地方，就看到一个男人正指挥着手下人搬火。营业，那就是王副官，曹将军身边的红人。鲁英拿了根金条走过去。王副官，我就是鲁英，日后还请王副官多多关照。初次见面略费薄礼，不成敬意。鲁团长都是同僚兄弟，何必这么客气？鲁英站在王副官跟前，一起看着码头苦力往船上搬箱子。王副官，这是运的什么货？王副官没有丝毫隐瞒，军火和鸦片。这批军火还是你们青帮大佬张啸林送的，没想到啊，还没等我们来提货，他就死了，真是世事无常啊！王副官和鲁英正聊着，突然远处传来一阵发动机轰鸣声，紧接着3辆福特轿车打头，5辆卡车紧随其后，车上伸出几十把花机关，朝着四周的青帮弟子后动扳机。10几个青帮弟子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瞬间倒在血泊中见了阎王。侥幸活下来的青帮分子还以为斧头帮是来抢地盘的。斧头帮的人来抢地盘了，快去打电话叫人支援，弄他们！可只有鲁英心里清楚，斧头帮的人这是来取他狗命的。王副官，走，开船，快走！货还没装完，走什么走？一群帮派分子还敢和曹英将军作对不成？我们曹将军上头可还有曹大帅撑腰呢。鲁英深知自己和王亚乔结的是死仇，再不走就是死路一条，只好带着自己随行的3个小弟，悄悄地朝着码头门口溜去。殊不知马上就要狭路相逢。超前视频已更新。